我要出行节日，你可要跟我？不跟。苏怀跟好一几步走过来，拎着他后颈就往外走。啊！贱人，既然你非要我去，还问我做甚？我就问一句，万一你答应了呢？你提这个男人进进出出的，你好意思吗？你放老子下来！我走哪儿都得带上你，留你在这儿，我不放心。哼，不放心？原本你要是让我回去，你大可不必不放心呢。让你回去，那我还怎么天天见到你呢？相爷婚姻在世，还有脸说这些，不嫌恶心吗？我像吞了只苍蝇一般恶心。像吞了只苍蝇一般恶心啊！你吞过苍蝇？光想想就够了。光想想怎么够？要不要吞只苍蝇试试，看看到底有多恶心啊？那婚事没成，怎么算婚姻在世啊？没成？别人可不知道没成。别人很快就会知道没成。在那之前呢，我不动你。尽管我每天看着你都想亲你，但我一次都没有亲过。我最多也只是抱抱你，那是因为你急着要逃离我，我才抱你的。要不要给你个大喇叭到处宣扬宣扬啊？恰逢见证剑霜和姬无暇正往这边来，两人这才就此打住。随后陆瑶和姬无暇跟着他们一同离去。昨晚陆姑娘睡了，我等是想替主子上药，但主子不上。他为什么不上？他说等陆姑娘醒了上。你狗主子以前有这么作吗？以前没有，也是近来才有。等苏怀处理完事情，安排一队士兵护送关果离营回京以后，再回到营帐中，正好赶上陆瑶、姬无暇一同用早饭。我伤口裂开了，一会儿呢给我上药。我昨晚给你药了，让监正帮你上。我就只让你上。正喝粥的姬无暇闻言，冷不防呛着了一口，粥渍从鼻子里流了出来。陆瑶一脸面瘫，姬无暇擦擦鼻子说道：可能是我思路不对劲，你们继续。他三下五除二喝完了粥，叼着个馒头就出了营帐去，自顾自又道：一大早都听到的是些什么胡狼之词啊？好玩吗？人命关天的事儿，你觉得好玩吗？哼，你还知道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昨晚叫见证给你上药，会要你狗命吗？就是因为知道昨晚要不了我的命，拖到今天也无妨。那你不妨再多拖几天好了，看看你会不会死。昨晚是你睡了，我不想叫醒你。现在你睡醒了，我为什么还要拖呢？你当我真的想死吗？你都还活着，我为什么要想死呢？陆瑶面无表情的解完绷带，又十分熟练的给他上了药。你这伤若是再反复难愈，可能情况不会比之前好到哪里去。没有医圣弟子处理不来的情况，对吗？我一天好不了，你就得一天待在我身边。你们江湖儿女最是重诺。他明白苏怀的心思，这狗东西素来无所不用其极，他哪怕把自己折腾到一直这么半死不活的样子，也要留住陆瑶。你迟早把自己玩死。那人要是活着不如意，浑浑噩噩过一生，有什么趣啊？我与他们不同，哪怕我知道我明天就要死，与其缩在角落里恐惧的等死，我今天也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我想要的弄到手。陆瑶，我想尽一切办法要把你弄到手。那你就继续作。说真的，若非你纠缠，看在你我相识一场的份上，我也不愿看你英年早逝。我到底与你有过一段风月，你舍不得我死？哼，你也就这副皮囊不错。只是皮囊不错吗？难道我功夫不好吗？这狗东西的嘴也是他一项本事，至少什么话从他狗嘴里吐出来，都能显得不对劲儿。相爷请接旨。苏怀位极人臣，接旨免贵，
他便起身迎旨，众将纷纷下跪。圣旨内容大致是相爷与长公主的婚事，成婚当日颇为坎坷，既没有赶上行拜堂之礼，又没有在没拜堂的情况下而逾矩履夫妻之实，因而这段婚姻关系有名无实。相爷担忧前方战事激烈，生死未知，忧不能忠义两全，唯有负长公主，而长公主愿舍小为大，免去相爷后顾之忧，使相爷心安前方战事，主动请愿解除两人婚事。两人相互为对方，皇帝深感动容，遂予以成全。圣旨下达2日，两人的婚姻便由此解除。苏怀伸手接了圣旨，问太监：此事可宣扬开了？怎么没宣扬开呀？长公主公然向皇上提出结婚，随着圣旨一出，臣民皆知。只可惜了相爷一片赤诚之心，与长公主原本良配，结果却还是难成眷属啊！瑶儿，京里来太监宣旨了。陆瑶头也不抬，随口道：是狗贼和那臭娘们的婚姻一事。现在大家伙都知道了，皇帝废掉了狗贼和长公主的婚姻，这事儿还是长公主主动提出来的。听他们说，狗贼搞死那么多世家子弟，朝臣发难起来，他可能要遭殃了，所以长公主审时度势，主动解了婚约。这什么？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还真是。谁说她遭殃了？长公主对他朝思暮想了多久，才终于如愿以偿地嫁给了他？岂会因为这点事就结婚？这话你信吗？朝思暮想了多久我又不知道，但我觉得吧，以前有多朝思暮想，估计现在就有多后悔莫及吧。所以这女人找男人，爱人爱得死去活来，结果都还没弄清楚男人是人是畜，是神是鬼，真是爱他个祖宗哦。哼，你好像很懂啊。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江湖上这事儿多了去了，光是看脸就想着要嫁给他，等嫁给他以后才发现，我呸，这都什么人面兽心的玩意儿。唉，可这世道就是这样，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什么妖魔鬼怪，要是遇到个降妖除魔的，你看他是受降还是不受降？不得不说，做他这笔生意让你委实感悟良多。钱确实使人进步，至少在思想上能上去一个高度。那也得是遇到你这样难解决的事情才能有收获。姬无暇还以为那狗贼拿到结婚的圣旨以后，一定第一时间跑来跟他姐妹解释呢，没想到那狗贼迟迟没有出现。圣旨，你要看吗？我看不看有什么关系啊？今天的药丸我还没吃呢。舒儿起身就朝他走来。我要呢。哎，你站着别动，我可以丢给你。丢给我？我要你喂给我。喂给你？哼，我看吃什么药都治不好你。最后苏怀还是抓住了他的手，非得要拿着他的手喂自己吃药。你放手，我可以给到你手上。我没洗手。那就等你洗了手再来拿，不然就别吃了。陆瑶正着身，被他反手一把拽进怀里，坐在他腿上，还来不及反应，他对着陆瑶的手指骨是又亲又咬。他唇上的温热感顺着手指传来，要是以往，他咬陆瑶的力道恨不得把他半截手指头都咬下来。可如今不同，他轻轻咬咬的力道不大，却能让陆瑶瞬时背上汗毛立起，整个头皮发麻，都快炸了。苏怀，你还要脸吗？在你这里，我还要什么脸啊？你他妈住口！我可以喂给你。苏怀就真打住了，直勾勾地把他盯着，还不等他把碎药丸像往常那样一把拍进他嘴里，他就先一步低下头来舔他手心。后来陆瑶索性放宽心态，等苏怀抬头时，见他一脸坦然。你是在享受吗？我拒绝不了就不能享受吗？打开思路，想象着是一条狗在舔我的手，我也就不那么难受了。苏怀没有多言，一手将他紧紧扣在怀里，扳过他的身子，使他后背毫无间隙地贴着他胸膛，也不管他身上还穿着盔甲是否会硌得慌。
那你就继续想成是那条狗在抱你，也就没那么难受了。你可别侮辱狗了。在你心里，我是连狗都不如吗？哼，你明白就好。那在你心中，还有谁连狗都不如啊？论狗畜程度，舍你其谁啊？苏怀低头，就将下巴抵在陆瑶肩上，将他完完全全的镶嵌进自己怀里。总归是在你心里独一份儿的。现在看清楚了吗？今时今日起，我再无所谓的婚姻在世，甚至于这段婚姻一开始就不曾成立过。这不仅是你知我知，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事儿。这消息白天的时候姬无暇已经告诉过他了，当时他心里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他没有说话的时候，苏怀就将他抱得死紧，一时没有说话。这么久以来，月末这是让他抱得最尽兴的时候。还能放开我好好说话吗？我又没捂你的嘴。贱人，老子差点一口气提不上来，你干脆把我掐成两半截好了呀。苏怀这才稍稍松了一点力道。两军正交战，为什么皇上会在这个时候下旨结婚？为什么长公主会主动请旨结婚？是因为那些官二代全部战死一事吗？即便是他离京以后的这段时日里，苏怀也没能让长公主好过过。只有长公主听得出来，待他更甚从前是个什么含义。但他也明白，这也是他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可以逃离他的机会。他只有逃离了苏怀，他的人生才会有新的转折，否则他这一辈子只能这么暗无天日的活下去。长公主沉着了几日，方才进宫请旨废婚。小儿，你跟狗贼和好了呀？什么叫和好啊？放下旧事，破镜重圆，再续前缘，那才叫和好。那你们这叫什么？我跟他信物已毁，前情两清，最多只能叫和解。狗贼作天作地，计算来计算去，万万没想到把未婚妻给做算没了吧？切，也是他自找的。在陆瑶的关照下，苏怀肩头下方最严重的剑伤已经完全结痂了。他背上那毒，他也暂用银针和药帮他调理控制了一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只要苏怀的伤愈痊愈，姬无暇结了账就能和陆瑶一起离开这军营了。可没想到狗男人脸皮是厚得多呀，后来每次出战的时候他都去，回来之后呢就总得挂上点彩。今天不是手划了道口子，明天就是腿破了点皮。陆瑶一看见他的伤，脸色就一瞬间黑了下来。眼看着这儿的伤要好了吧，逢休战时他去教练场上操练士兵也能带点红回来。我受伤了。那一刻，陆瑶想用纱布缠死他的心都有了。相爷素来厉害，如今重伤好的七七八八了，功夫也能使了，身边还有狗腿子护着，谁还能伤得着你啊？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是不小心吗？应该是太小心了吧，生怕自己伤不了吧。我可以亲一下你吗？滚！吃饭的时候，姬无暇看着苏怀不是这只手包着绷带，就是那只手缠着，不由啧啧道：切，为了留住我咬儿，真是脸都不要。你不如干脆把你这双手锯了，这样伤口肯定好得慢，也省得你天天换着花样的来。你负责我的安危，却使我时常受伤，你赚钱赚的良心吗？你这狗贼最会颠倒是非，这是我的问题吗？上次有个小兵挥刀砍你，你不躲闪，你还拿手去捏他刀刃，我可是亲眼所见。那你为何让小兵有机会挥刀砍我呢？我是保护你安危，但我只负责保你狗命，又不是处处为你鞍前马后。还有，你又没残废，你躲不了吗？我躲不了。那以往我杀你的时候，你怎么躲那么快？今非昔比。那有些人去教练场，我可亲眼瞧见了，拿个长枪还要用手去擦枪头。枪头脏了，我擦擦怎么了？切，瑶儿还是你了解他，
这狗贼确实挺无耻的。这有什么可说的？他无耻起来能让别人无地自容。随后苏怀要去议事帐，姬无暇也去外边溜达了，两人冤家路窄。狗贼，就你这拙劣的伎俩，我瑶儿一眼看穿。就是你那手上的疤都多得连成蜘蛛网了，我瑶儿顶多也只会惋惜废了一双好看的手，而不会对你有多怜悯动容。我是要他的怜悯动容吗？我知道，你只想把他留下就好了嘛。可你越是这样，他越是烦你。你有何良策？尾款明天结一下。明日去把尾款结来。姬无暇不得不承认，这狗贼现在变得这么爽快好说话，大家都很省事儿。你跟别的娘们的婚事虽然吹了，但我瑶儿还是不待见你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洗耳恭听。你以为你使些心机手段就能抱得美人归啊？女人当然是要哄的，你不能跟她清旧账，也不能跟她讲道理，哄就完了。笑话，主子堂堂相爷，多少女子趋之若鹜，既要主子去哄女人，你这是存心给主子找难堪是不是？切，就你这觉悟，这辈子不当老光棍算我说。剑霜气不过，当着主子的面又不好发作。姬无暇看了看苏怀神情，一看便知道这狗贼从前肯定没哄过女人。你可能不知道，我瑶儿吃软不吃硬，言尽于此啊，多了要收费的。然后姬无暇就自顾自溜达去了，苏怀则去了议事帐，在议事帐中与诸将议完的事，诸将还不待退下，苏怀突然来了一句：哄女人如何哄啊？在议事帐中与诸将议完的事，诸将还不待退下，苏怀突然来了一句：哄女人如何哄啊？诸将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说相爷瞌睡来了，说了句梦话。没人知道吗？将领们连忙献言献策。回相爷，可以夸她长得美，脾气好又温柔，女人通常听了都很受用。还可以亲亲抱抱黏着她。女人通常都是口是心非的，嘴上说不喜欢，那心里还是喜欢的。不然就是给她买珠钗首饰，买零嘴美食，没哪个女人不爱。实在不行就强势索吻。女人通常都对霸道的男人没多少抵抗力的。这些都是你们经验之谈是吗？正是。正是。是不是相爷对长公主余情未了？长公主主动提出解除婚约，相爷想把人哄回来啊。哎呀，以前竟不知相爷还是这般痴情的人呢。苏怀回到营帐里，看见陆瑶正在弄药材。他回来，陆瑶甚至都不抬一下头看上一眼。你长得很美，脾气也好，待人也温柔，是个不错的女人。陆瑶虎躯一震，终于抬起头来，像看外来物种一样看着他。你脑子被黑虎叼走了？他竟然会开口跟他道歉，是陆瑶万万没想到的。你跟我道歉，就只是要我原谅你？你以为这么简单就完了吗？自是要你跟我好啊，你只能跟我好。相爷就是相爷，从不做没有回报的事儿。任何事情都会有回报，区别只是没在期望之中。我只是按照我想要的结果去办事儿。姬无暇按时来找苏怀结尾款，结果苏怀说：你说他吃软不吃硬，但他软硬都不吃啊。那怎么可能？肯定是你不够软。眼看钱就要快到手了，他也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呀，便又道：你不妨放下你的身份架子，去好好讨瑶儿开心。他要是不领情，你就求他，软磨硬泡，反正你也够不要脸的，这点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难事。把钱收回去。姬无暇不干了：狗贼，老子帮你出谋划策了，你竟然反悔？你起什么作用了？出没出主意那是我的事，可怎么做的起没起作用，那就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己不会哄女人，还来怪我？你最近有跟他说我的好话吗？姬无暇翻了个白眼儿：狗贼，你摸着你的良心说说，你最近又凶残又暴虐，瑶儿把你的本性看得清清的，几句好话管用吗？他怎么看是一回事儿，
你说不说是一回事儿。说，我今儿个就去说，行了吧？结账。从今天起啊，你至少每天都要说2句我的好话。好像我多说2句，我咬儿就会被我说动了似的。于是后来，陆咬跟姬无暇在一起的时候，就总是莫名其妙的听到他说一些怪糟糟的话。比如，苏怀去教练场点兵，姬无暇和陆咬在教场外面观看，姬无暇便指着那高台上的苏怀说道：“咬儿，你看那狗贼逞威风，今天是不是特别好看？”陆咬原本看着场上的黑压压壮阔的将士们，闻言便收回视线来，不明所以的看了眼姬无暇，又循着姬无暇所指转头往那高台上看去。与以往有什么不一样吗？确实是一样。又比如，苏怀自帐前走过，姬无暇又指给陆咬：“咬儿，你仔细看那狗贼，像狗还是像贼？”又像狗又像贼。苏怀听见了，驻足转头看来，姬无暇又道：“不过皮相还是没得挑的，属于咬儿你好的那口。”姬无暇对着苏怀又道：“看什么看？我这不是在夸你吗？”“哼，有你这么夸的吗？”“先抑后扬，你懂个球啊！”他先抑后扬上瘾了，陆咬动不动就听见他先把狗男人骂一顿，然后又补上一句：“也就长得好看点。”哼，他应该是要叫你说他的好，除了他的皮相，你就说不出点别的了？除了他的皮相，他还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吗？竟然没有。那不就得了，我随口说说，你就象征性的听听。军医见相爷身边的随侍来帮忙，正缺人手，便没有拒绝。可哪晓得他一出手，军医们都傻眼了，止血上药包扎动作极其利落，根据伤口情况，剑伤拔剑，刀伤缝口，所有伤势经他一手都能第一时间做出最合适的处理办法，并且将后续感染的几率降到最小。于是乎，跟陆遥打过交道的一些军中将士们这才渐渐领悟到，为什么他长得这么丑，相爷却要时刻把他带在身边了。能得相爷青睐的，定然是有他过人之处的。现在大家伙明白了，原来是他医术了得。可苏怀不满意了，他一会儿功夫不在，回来就找不到陆遥了。问起剑争剑霜，才得知他去了伤兵营。苏怀就亲自到伤兵营去一趟，结果伤兵将士们见到他来，十分惶恐，气氛都变得不一样了。你再动试试，这腿不想要了可以跟我说，我替你锯了他。相爷。苏怀就站在陆遥身后，看着他一手按着那副将的腿，一手利索的缠绷带。相爷难得来伤兵营里亲察慰问，陆遥这儿才处理好，其他就又有人快不行了。军医连忙叫他快去。狗东西，别挡道！忽觉脚下一轻，还以为产生幻觉了，结果低头一看，好家伙，他双脚果然离地了。狗男人居然直接提着他就走了。他看起来一个5大3粗的爷们儿，竟然像个木偶一样的挂在苏怀手上，而苏怀抬着手臂，那臂力提着他就跟提着只猴似的。让看着好看吗？放下来！你敢无视我？你这么关心别人，怎不借你多关心关心我呀？他们都要死了，你是不是要死啦？我之前要死的时候，你也不闻不问，你为什么对别人这么好心啊？哼，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妨找人练练手也不行啊。你为什么不找我练练手？等你要死的时候，我肯定找你练手。那就等我要死的时候再放。我看你不光脸不想要了，名声也不要了。哼，我有什么好名声吗？哼，也是，你臭名昭著，到明天再加上一条，跟男人纠缠不清，你还很得意是不是？你是男人吗？在别人眼中我不是吗？我自己眼中都看不过来，我还管别人眼中啊？他直勾勾地盯着陆遥的唇瓣，陆遥被他看得有些头皮发麻，试图拉回他的神智。我现在的样子丑吗？很丑，
那你不怕倒胃口啊？我倒要看看你能让我怎么倒胃口。话语间，苏怀越亲越近，唇言若有若无地挨上了他的，两人的呼吸瞬时纠缠在了一起。你起开！现在还感觉到恶心吗？我现在是一个人了。你现在是一个人了吗？那你说说，你怎么做人的？做人便是要既想既干，不留遗憾。我现在想的便是你。苏怀也不像之前那般克制着了，心里想的全从他如狼似虎的眼神里流露出来。他想吻她，下一瞬突然就欺身吻来。陆瑶心下一顿，就在苏怀碰到他的那一刹那，他极快地偏开了头。他的唇自陆瑶唇瓣上轻轻摩挲过，亲到了他的脸上。你以为你想什么就是什么吗？你要娶别人就娶别人，你要回来就回来，你要亲我就亲我吗？谁稀罕？那要如何你才肯跟我好？只要你说，我就去办。没等陆瑶回答，这时营帐外响起了厚重的脚步声，就停在门前。相爷可在里面？你正事来了，许是情况紧急，还是赶紧去吧。苏怀没答应，严将军是个急性子，又道：相爷，我有十分重要的军情，想与相爷商议，还请相爷一见。苏怀哪儿理他呀，更见不得陆瑶一脸松了口气的样子，于是趁他毫无防备，突然一手托住他的头，斧头便欺压而来。唇齿厮磨间，苏怀将他狠狠扣在怀里，看似干柴烈火，可陆瑶嘴上却是毫不客气地用力咬他。相爷没在里面吗？可他分明听说相爷才回营帐来啊，而且还是带着他那个随侍一起回来的。相爷，里头还是没人答应。外头的严将军迟迟等不到回应，就想着确认一下相爷到底是不是在里面，如果不在，他也好去别的地儿再找找。于是乎，他两步近前，先连就往里瞧去。结果这一眼，直直就瞧见相爷和他的随侍。陆瑶被这狗男人毫无间隙地抵在桌案边，在严将军的视角来看，就是陆瑶双腿还挽在苏怀的腰侧，以一种绝对惹人遐想的姿势纠缠不清。这画面简直太刺激了，严将军直接给吓傻眼了。相爷竟然跟个男人这样。陆瑶哪还顾得上跟这贱人拉扯呀，只想表示把我原地埋了吧。他下嘴可不轻啊，咬苏怀咬得两人满口都是血腥味。苏怀终于肯放开他，转头就朝严将军看来。末将有罪，这就……他边说边立马退出去，结果告退二字还没说得出口，大约是太过凌乱慌张，自己就把自己给绊了一跤，在营帐门口摔了个结实。你怎么还不原谅我？我为什么要原谅你啊？我道歉了。哼，你道歉了我就得原谅你吗？你不原谅我，那我还道什么歉啊？你道歉难道不是因为你错了吗？错就错了，你见我跟谁道过歉？你贱人，你放开老子！苏怀非但不放，还亲亲他的鬓间和耳朵。是不是我求你，你才愿意原谅我？相爷倒是求求我看啊！怎料这狗男人全无底线，真是张口即来。那我求你原谅我，求你跟我好，求你爱我，求你永远别离开我。听着那句句低语，陆瑶感觉像中了蛊似的，蛊虫一路往他心头里钻，钻得他整个人发麻。那股麻意又从心间蔓延进了骨子里。狗东西，你够了！那怎么够啊？我要继续求你，求到你满意为止。我求你眼里心里只有我，求你只有我一人，求你跟我白头到老。陆瑶实在有些招架不了了，你能活到白头吗？那就求你跟我一生一世，我的一生也好，你的一生也行。老子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苏怀手就摸进了陆瑶的袖管里。是吗？我数数起了多少了？我求你跟我生同寝，死同穴，求你活着的时候跟我做夫妻，死了以后呢，
也要跟我做鬼夫妻。你他妈到底是在求我还是在咒我？你没听见我说了求你吗？我喜欢丑话说在前头，我怕寂寞。有本事你别埋头杵在我耳边求啊！你当着我的面求，尚有几分可信。苏怀也就依他所言，稍稍放开了他，站直了身体。我求你把这副丑样子卸了好吗？果然呢，再好听的情话，面对一张丑陋的脸，还是不是一竿子给打回原形了？路遥冷笑两声，这下子瞬间耳朵不痒了，心也不麻了，骨头也不酥了。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话音刚刚一落，怎料这狗男人突然欺下来，路遥猝不及防，只觉得眼前光影照得更浓一些，下一瞬苏怀就吻住了他的唇瓣。这回苏怀动作比他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般，一手掌着他的头，得逞以后开始吻他。这一吻才真是原形毕露，将这么久以来憋着的压着的顷刻全部释放。他吻得又激又狂，又深又火热，死死纠缠，又生生把他吞了的架势。他一边步步紧逼，一边手里愈加没闲着，手指寸寸捋过路遥脸边的轮廓边缘，来来回回的摸索，终于叫他捋到了一丝端倪，然后一点点的将他面上的人皮面具给揭了下来。霎时，路遥原本的模样便清晰的呈现在他眼前。那是一张素净的脸，肌肤却是细细白白，在灯火下有种温温腻腻的光泽。他的眼角里都是非议，微微挑着，又是温柔又是含情。可看向路遥的眼神里，竟让路遥恍惚觉得皆是卑微的渴求。路遥，你能不能重新好好看看我，让我入你的眼里去？你睁开眼，好好看看我。两相对视，没片刻，苏怀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就将他摁在怀里，再度斧头堵上他唇瓣。却在那同时，路遥一仰了仰下巴，伸手就勾住了他的头。他承认，最终他还是被他这张脸给勾引了去。得到路遥回应的那一刻，哪怕是他一个微小的举动，狗男人就开始撒野发狂了。他一手掐着路遥的细腰，一手托着他的头，当真是恨不得一口一口把他啃了吃了一般，比方才更凶。路遥实在消受不来，捶了他两捶，他的吻便从嘴角溢出，顺着他的鬓尖一路亲到耳朵和脖颈上。路遥吸了口气，照着狗东西亲他的力道，等明天恐怕自己满脖子上都是痕迹了。路遥刚想骂两句，身子就是一轻，然后他就被苏怀抱起，几步压到了床上。他手里也不闲着，褪去路遥的衣裳，凉意袭来，路遥神志清醒两分，伸手就抓住苏怀的手。老色批，你叫老子看你，你却只顾着埋头啃我。你看着我亲，这矛盾吗？路遥与他身体相贴，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苏怀身体在绷紧发烫。你身上毒未解，是不是想早点死啊？我想早点欲仙欲死。你不是想跟我重新开始吗？想。有你这样重新开始的吗？那应该如何？至少应该一步步循序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什么都干。应该怎么循序渐进啊？从相识相知开始循序渐进吗？你我不相识吗？你不知我，我不知你吗？你可以循序渐进着来，但我要一次性全部得到你。他低头去亲他颈子，像舔舐着失而复得的幼兽一般，再道：我日夜都想着亲你抱你要你，我还能不动你？你真当我是圣人吗？这里是军营。苏怀堵住了他的嘴，辗转反侧的亲吻他。路遥恍然间想，这野男人什么时候管过这些啊？他喜欢换着地方来，告诉他这里是军营，他好像还更兴奋一些。没多久，营中也有些匆忙慌乱之声，紧接着号角声响起，有人高呼：敌兵来犯！有敌兵来犯！路遥惊了惊，推了推身上的苏怀，可狗男人岿然不动。他压着路遥继续撕磨亲吻，仿佛就是外面天塌了都跟他没有关系。贱人，你聋了吗？敌人都打到军营里来了。苏怀从路遥身上起身时，看得出他很不爽。敌兵早不来晚不来，这时候来坏他的事儿。你先收拾一下，收拾好了出来找我。整个营地里也就狗贼这地方最为奢华了。这处地势四周以山为屏障，
营前是道山隘，地形易守难攻。这地方怕不是临时决定的大营之地，应该是苏怀一早就定下的营地，所以眼下伐木建营，打算长久驻扎。所以这地上铺着的地毯才这么快能够从后方城池运送上来用上是吧？还有那床上才能备上松软崭新的被褥是吧？你俩好上了？陆瑶一脸麻木。你嘴这么红，我都没顾上问。瑶啊，跟男人亲嘴儿是什么感觉啊？你找个男人亲亲不就知道了？我倒是想，可你三师傅肯定不愿意。哼，你换个人他肯定愿意，他要是不愿意，你也能绰绰有余地摁着人家头上亲，让他愿意。唉，老子虽然见惯了猪跑，还真是一次都没有尝到过猪肉味儿。可一般的江湖小猪，看着又没瘾。不过你这样挺好的。你以往不是最看不惯他吗？怎么，他几个臭钱就把你给收买了？你我是从小到大的姐妹，我能是区区几个钱就能收买得了的吗？我虽然看不惯他，但也不妨碍他有些自身的优点，是江湖上别的二郎比不上的。虽然狗贼人格有点问题，但好歹也是有权有势的，还有钱，长得也对你胃口。他就是对所有人都不好，但对你好，这总比那些对所有人都好，还称之为是仁义善良，并且劝你心胸不要那么狭隘的玩意儿要靠谱吧？你说江湖上的二郎，你又不感兴趣，姐妹我又不忍心看着你孤独一生，也就这狗贼可以给你玩玩，消遣消遣。以后你要是腻了，咱们再说。腻了还能再说吗？你觉得他咬紧了能松口？等你身子好了，你真要是腻了，还怕弄不掉他？不过你这人吧，轻易看不上野男人，看上了吧，轻易不会腻的。陆瑶不置可否。管他大爷的，你怎么高兴怎么来。你想跟他好，你就跟他好；你不想跟他好，咱们就撤。以前我跟他好的时候，你还算不垃圾的。那时候我毫无防备，姐妹突然被男人给拐了，那狗贼还是我的人头，我心里能舒服吗？横竖现在狗贼的人头钱我已经挣回来了，你跟他好就好呗。这最后一句才是你真心话吧？旁人哪做得了主，主要还是姐妹你喜欢。好姐妹，我都这么帮你搞男人了，以后我要是搞男人的时候，你也帮帮我呗。我三师傅除外。别呀，我就只好他那口。说真的，我劝你换个人。嘘，叫你换个别的，你不也没瘾吗？不听我的，最后苦的是你自己。苏怀重新接手军中以后，这2天很忙，基本是早出晚归。白天的时候，陆瑶很少能见到他。等他晚上回来时，他就已经睡下了。苏怀夜里只歇了2个时辰。他上床搂着陆瑶时，陆瑶通常都会醒一醒，只是不太爱搭理他。然后狗男人就自己玩自己的，自得其乐。好不容易有点休息时间，你不赶紧睡，稍休息嘛。诚然，这几天连轴转，苏怀重掌军中，又忙着整顿部署，休息对他来说确实十分奢侈。休息也是我跟你双休。他揉着他的腰肢，陆瑶几乎毫不费力就感觉到这畜生有了很明显的变化。他没有轻举妄动，大概是晓得这狗男人只是过干瘾，要不然他还按那个什么劲儿啊，早就成兽性了。事实证明，还是陆瑶了解他。等苏怀捏过瘾了之后，就抽回自己的爪子，牵好他的衣裳，好好的把他抱在怀里。就这点时间都不够他撒野的，要是真折腾起来了，一时半会儿又收不住，又弄得个匆匆忙忙的。这几天你好好睡，睡个够，养足精神。堂堂相爷，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没想到竟然跟个男人混在了一起。要是那个漂亮男人也就罢了，想不通那还是个丑陋的侍卫。还记得不？早前相爷询问我等怎么哄女人，我等还以为他是想去哄长公主回心转意，结果竟然是把那丑侍卫当女人哄吗？然后这些个将领纷纷摇头，表示不可思议。又有人说道：嗨，相爷是受不了长公主的刺激，所以这才行为偏激，美人不要，偏要丑人。严将军路过听见了，表示他比谁都清楚，他还亲眼看见了呢。但小命要紧，他就是不能说。相爷私事，我等还是不要去探究了，否则被相爷知道，他追究起来，大家都得吃不了兜着走。真是越看越整不明白，相爷怎么就好上这口了呢？相爷这贴身侍卫除了样貌丑点儿，实在没什么奇特之处了。外面都喜庆洋溢的，从战场上捡回来不少战死的马，都削肉剔骨的，等着晚上有肉吃。
让我感觉像过年杀猪似的。刚刚我路过，听到那些个领兵的在说你家男人心狠手辣呢。一将功成万骨枯，不是吗？不然便像他们之前那样，迟迟拿不下来。瑶儿，大概只有你这么理解狗贼了。你虽然跟他性情不同，手段不同，但着实算是同路人。姐妹，我先去前面吃肉了啊。你可以拿些进来一起吃。我倒是想跟你一起吃，可你野男人到底是个心胸狭隘的心狠手辣之徒。陆瑶无言，苏怀坐下后一把就将他拉了过来。陆瑶踹他两下，他捉住陆瑶的腿就抬起来放在自己膝上。哪想姬无暇去门口出去之前，鬼使神差的又回头瞅了一眼，结果正好瞅见苏怀把陆瑶抱起来坐在他腿上，整个人被迫靠在他怀里。陆瑶抬头就跟姬无暇四目相对，姬无暇一脸唏嘘，切，好歹等我出去了再来啊，真是虐杀我也。你有病吧？让人看见了好吗？我叫他看了吗？要不把他眼睛挖了？怎么不把你一手砍了？你不动手动脚的，他能看见吗？你这样叫我怎么出去走啊？外面天那么黑，那么冷，你哪条腿想出去走啊？就算我不出去，你也用不着全给我扒了呀。我全给你扒了吗？你身上的衣服一会儿上了床再全扒了。至于你那副丑样子，此时不扒，难不成还留着过夜呀？我不喜欢熄灯跟你过夜，但对着你那副样子也会影响兴致的。哼，你这狗脑子里就只有这些事儿了是吗？不止，你要详细听听吗？陆瑶感觉再跟他说下去，他这畜生什么话都能张口即来。陆瑶基本上是进了营房以后就甚少再出去走动了，主要是狗男人把他的乔装给扒没了。可这在军中将领们眼中就又变了味道，不愧是相爷的男宠啊，在营房里时时刻刻等着相爷宠幸。将领们都知道相爷对他男宠是很明显的偏爱，还是相爷厉害啊，男女通吃，现在都开始豢养男宠了。相爷行事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嚣张，丝毫不避讳，也不怕天下人说你是断袖。那我是吗？那是我吗？大概他们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找个这么丑的男宠。你不好看吗？我觉得你最好看。陆瑶愣了愣，在床上也是一流。哼，我看你是下流，你想点别的正经事会死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想着你，还想什么别的正经事儿啊？我想你自是想跟你好，想抱你亲你，想跟你睡觉，难不成我要跟你一起想天下大业吗？那些事儿跟谁不能想，非得要跟你想？陆瑶一时间竟无言以对。他不要脸起来的时候向来是无所顾忌，谁能说得过他那张狗嘴啊？瑶儿，现在你们这营房是我能进来的吗？你们是不是在烤肉吃啊？我在外面都闻到香味了。进来吧。姬无暇进来，看见苏怀和陆瑶坐在火炉边儿，真是难得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居然还能规规矩矩的坐着烤肉吃啊。你不吃饱哪有力气啊？你是怕自己没力气，还是怕瑶儿没力气啊？他没力气对我有什么影响吗？也是，只有累坏的牛哪有耕坏的地啊？牛都是越累越瘦，地都是越耕越肥。陆瑶手杵着额头，皱了皱眉心，也就这两个厚脸皮凑在一起能面不改色的这样聊下去。再者说，猪拱白菜也不需要白菜有力气啊，白菜只要在地里躺平就可以了。也不是所有白菜都能躺平的，一些烂白菜躺平了只有烂在地里。是，也就一些又水又嫩的白菜尽招畜生，是吧，瑶儿？烂白菜就是烂白菜，唯一的作用呢，大抵就是肥沃土地。
肥沃土地能养出我养儿这样的好白菜，也是我的功劳之一，不然猪能拱着吗？哼，说到底还是一颗无人问津的烂白菜。关你屁事！我说过了，烂白菜与我屁事都不关。狗贼，你他妈说谁是烂白菜？陆瑶也表示有点懵啊。这俩货聊天实在是跳跃的太快了，前两句颇有些臭味相投，可后两句就能互骂起来，骂不痛快还打算要干上一架的架势。算了，你还真把脖子往他绳子里套是不是啊？我说你了吗？这么激动？不要以为老子听不懂你的含沙射影。那我就是在说你，是不是心里舒坦多了？姬无暇要拿火棍揍苏怀，被陆瑶抱住。你不也先骂他是猪了吗？算了啊，就当扯平了。你不是进来吃肉的吗？还想不想吃肉了？切，瑶儿，你是怎么看上这种嘴巴有毒的野男人的？你嘴巴也不差，这不算是遇到敌手了吧？呸！他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是值得瑶儿你喜欢的？你有什么脸说出这种话的啊？意思是他至少还有这张脸，而他连脸都没有。哎呀，都少说两句吧。肉快烤好了吧？随后苏怀将嫩的一部分先切给陆瑶，剩下的他和姬无暇分。骂归骂，苏怀还是给姬无暇烤鹿肉的，姬无暇也还是毫无压力的接过来就啃。相爷专程带我到这儿来看风景的吗？风景有什么可看的？我找个地方好好看看你。陆瑶愣了愣，随即嗤地笑开来。他回眸看他一眼，那桃花眼里笑意盎然，比那山岳风光，比那人间欢闹好看。陆瑶心头是一跳两下，正要张口说话时，他冷不防的斧头七进，吻住他的唇。与此同时，手扶着他的后脑，火热的加深这个吻。长标的府邸，你打算什么时候抄了？把该分的分给姬无暇。我抄了长府，分给他以后呢？各自有各自的事情，这样大家都不浪费时间。那你呢？两人之间蓦地就陷入了沉默，那种暧昧的气氛也似乎淡了不少。我自是与他一起回我该回的地方去。你不随我回京？我现在的情况连之前都不如，跟你回去好被你连累受你的敌人打击报复吗？我还想多活2年。我自有办法保全你。你此番回去，朝中不知多少人想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呀先保全自己就行了。我是疯了吗？要随你去冒险？你不跟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我享你什么福了？你想我的时候难道不舒服吗？那就当我是享了你的福，但绝不当你的难。长标的家产那就等回京以后再分吧。苏怀，一码归一码。不然就放他走，你跟着我，只要你别离开我，我什么都好谈。可你说你要走，我手里有什么我就用什么，让你走不了。陆瑶觉得这张脸好看的时候是真好看，可恨的时候也是真可恨。我要是恢复成以前那样，你此刻已经被我摔下这城楼去了。那你现在要不要摔我一个试试？果然啊，你还是随时都想着怎么杀我。可惜你今非昔比，而我要是想摔你，立马就能把你摔下去。你要是摔我，我做鬼也要拉你垫背。陆瑶，你爱我吗？陆瑶，你爱我吗？我要是不爱你，你就会杀了我吗？以前动不动就骗我说爱我，而今骗我一下都嫌费嘴皮子是吗？哼，堂堂相爷，
岂用得着这么卑微的求别人骗你？要是以前你不爱我，我可能杀了你也无妨。可如今……苏怀激狂地在他唇齿间厮磨辗转，陆瑶有些提不上气儿，他却又蓦然放开他的嘴唇，又道：“我确实爱你的很。”陆瑶仰头望着他，有些失神，以至于他再吻下来，他都没有来得及躲闪或是迎合。等他反应过来时，苏怀已经越吻越深，吻得越紧越狂乱火热。苏怀，你够了！怎么够啊？哪里够？什么够啊？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回应着的是彼此的纠缠，起伏不定的呼吸声。你是不是忘了，你答应过我，等你伤好，若要我走，你便放我走的。你记性是被狗吃了吗？我答应过你，我亲自送你回。那你还想食言不认？苏海不答了，只是反反复复地亲吻着他。他想，大抵是有些醉了酒的缘故，明明这么不爽他，却还是想与他接触。苏怀又与他厮磨了许久，反反复复轻咬唇瓣，将他鼻尖磨得通红。那双桃花眼里如烟水含露，似月里寻芳，眉蕊素娇，艳不可拟。你再陪我些月，我送你回。等我事情忙完了，我便送你回去。陪你到何时？过完元宵。那便陪你到过完元宵。你说句你爱我，如何？不如何？香妍也会想听这等不着边际的话吗？苏怀，你再这样看我……话没说完，他倏儿一把抓住苏怀，反身就将他抵在墙上。他靠近苏怀的唇，却在碰到他唇沿的时候停了下来。陆瑶手里拨开他的衣襟，他也没有阻拦。你不是想让我摸你吗？说着，他的手便抚上他的胸膛。苏怀手臂勾着他的腰肢，将他狠狠往怀里压。陆瑶一路轻轻咬咬，还不待他绵绵辗转，苏怀终于忍无可忍，反客为主，重新将他压回在墙上。他衣襟散乱，顾不上，堵住他唇时狂野极了，手上几乎是撕扯他的衣裳和腰带。陆瑶依稀听见大营那边的喧闹声由鼎沸渐渐变得零星，又听见城楼底下的将军们打马回城。再后来，哨房里的炭火由通红渐渐冷却成灰。即便这样，空气里依然蔓延着火热，还有过分暧昧旖旎的气息，丝毫不觉得冷。我瑶儿，你醒了吗？没醒。你现在方便吗？我可以进来吗？不方便。我给你带了包子，听说这是南怀城里最出名的老字号包子，我排了1个时辰的队才买来的。我尝了2个，味道确实不错，你吃不吃？不吃。你自己吃吧。我自己吃有什么趣？那叫黑虎一起吃。别提了，黑虎一早上就吃了1只鸡，把他肚皮吃得圆鼓鼓的，他哪还瞧得上包子？这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陆瑶示意淡了去。姬无暇道：眼下陆瑶房里就他一人，苏怀一早便起身了，床外侧空空的，只剩亲被里的余温带着些他身上的味道。他就叫姬无暇进来了。哟，我瞧着都移不开眼，更别说狗贼了。瑶儿，起来吃包子吗？不吃。哎呀，果然啊，这好气色都是靠男人滋养出来的，而且还是瑶儿你这种专门需要吸男人精气来调理自身的，效果最是明显。那野狗昨天晚上是撒野发疯到了极致，浑身到处都不得好，腿间更是不适。陆瑶觉得，但凡自己要是个柔弱女子，估计真得被他弄死。黑虎一大早上的哪儿去弄来的鸡翅啊？瑶儿，你不打紧吗？怎么嗓子哑得这么厉害？只是有点干罢了。那你要喝水吗？不喝。一会儿我给你泡壶润喉茶。你说黑虎吃的鸡啊，那还能哪儿去弄的？狗贼给他的呗。看得出来，今天狗贼心情不错。真是什么都比不上瑶儿你的枕边风好使，只要你一出马，狗贼就什么都好说。他今早上不光喂黑虎吃鸡，还说下午要开始抄长标的家，我这不赶紧来谢谢姐妹你吗？瑶儿，你教教我呗，这遇难之道都有个什么诀窍啊？我要是有你这功力，能把3师傅拿下吗？
你觉得三师傅跟苏怀能一样吗？姬无暇叹口气。唉，也是，你男人沾权色，就好你这口。可三师傅就是个不沾人间烟火的神仙。昨晚庆功宴，你们才待了一会儿，狗姐就带你们走了。后来你们去什么地方了？找了个地方看了风景。大晚上看什么风景啊？陆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嘴上说道：看看南怀城里的夜景啊，整个大营的篝火也尽收眼底。要是以前，你肯定是觉得平平无奇的，毕竟你跟你师傅走过大江南北那么多地方，什么风景没见过。可要是跟野男人一起看风景，那应该又是另一番体会了吧？说的好像你最懂似的。那不然怎么说风花雪月是人间最好的风景呢？谁这一生没听过风，没看过花，没赏过雪，没观过月呀？最重要的还是身边的人，因为和身边人一起，这风花雪月才被赋予了多情的意义。切，你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他回想起昨晚，他看见雪花从哨房的小窗口边轻飘飘的落下时，好像与平素相同，就似不同。当时他觉得落雪都是苏怀身上的味道。昨晚上面具被狗男人给揭了，难不成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可他分明记得苏怀当时帮他把衣裳整理好，又将面具捡起来收走了的呀。这屋子一目了然，一看就没有面具。那你还有多的吗？有倒是有的，就之前我混在南怀大营里扮的林将军用的那张，你敢要吗？真要带那个出去，那不是挑事儿吗？现在又不是在军营里了，不戴面具也没什么，快别耽搁了。再耽搁下去，等去长标府里，狗些东西都抄完了。瑶儿，我们快走。说着就拉着他一道出门。剑霜已在府门外备好了马车等着，两人上了马车以后，他便驾车前往长标府邸。陆瑶在马车里也找了一遍，想着是不是昨晚回来的路上落在车里了，结果也没有，便只好作罢了。此时长府府门大开，有不少人影在里头走动。姬无暇跟一阵风似的掠进大门去，就见士兵们正来来去去的搬挪府里的东西，正从后院和库房那边搬出来，堆放在偌大的前院空地上。苏怀正站在院中，听底下的人清点汇报名目。姬无暇一进来就挨个去看看抄出来些什么宝贝。苏怀见着他来了，便回头看去，恰恰见得陆雅后一步跨进府门，缓缓走来。他虽穿着普通男子的衣裳，但没有盔甲，头发高高竖着，十分的干净利落。可那模样在萧肃的天气里显得眸生春水，唇若艳水，极是容色逼人。他是见过陆瑶唇红齿白，或嗔或骂，眼里娇媚滴水，勾人勾魂的光景的。眼下陆瑶一来，他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陆瑶低眉看着路，进了这府邸以后，冷不防抬眼就与苏怀视线撞个正着。或许是他的眼神太过无所顾忌，搞得陆瑶心头蓦地跳漏了2拍。他面无表情，觉得这狗东西看他的眼神定又是在回味什么龌龊下流的东西。哪儿来的人呢？竟也敢擅闯此地，当是什么人都能来这儿吗？将军正要出声呵斥，却见相爷回过头来对他说道：继续。不愧是反贼，坐游南怀这么多年，那库房里都是宝贝，还有后院里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看上什么了可以跟我说，我都给你。陆瑶愣了愣，抬头看他，他也看着他。陆瑶见他神色寻常，可他的话语声钻进耳朵里，莫名有一种抓心挠肺的意味。陆瑶就感觉管他什么，只要自己开口想要，这狗什么都肯给。陆瑶就笑，平日里他素来也少笑，也不知为何就笑，他只知道大抵这一刻自己心里是好受的。陆瑶得了长标府里的那些珍稀药材以后，基本上可以成日待在房里足不出户了。他当天晚上就用了他几味药材，给苏怀泡了个药浴，又施针封他的气海。今日起，你也同我一样，不得动用真气。在军营的时候，条件有限，只能暂且帮他压制着，没办法持续性的帮他做治疗。还有，记房事。急什么？说着，苏怀便要回头看他，
陆瑶一手扶着他的后背，下手极快，一针就扎入他后背大穴。别乱动，耳聋也不是你这样聋的。系房事，不在房里不就没事了吗？你要是还想活着的话，就得系男女之事。早前莫大夫说，这并不影响我的私生活。早前什么情况？你现在又是什么情况啊？早前尚能控制，可如今你再不节制，你活着的日子可以论天算了。我不动真气，还不能动体力吗？动体力也能使气血加快运行。再者了，只要你一泄精元气，此消彼长，它就会趁着你空隙之际进展。我不屑。切，你要是想英年早逝，你就作吧。你是不是怕我比你早死啊？你说什么混账话呢？你要是怕，我就不早死。哼，怎么听都像是在咒我会比你早死。早死不好吗？等你七老八十，死了还有我给你埋。我死了，你还能从棺材里爬起来给我埋吗？趁我手里有银针，我给你顺便把你哑穴封了吧。有药效和鹿咬银针加持的双重作用，当晚苏怀睡得很沉。到第二天，他出门做事去了。这是什么？是主子给陆姑娘准备的。是什么宝贝啊？陆瑶打开箱子一瞧，然后沉默了，连带着姬无暇也发出嫌弃的一声。咦，里面竟全是一身身姑娘家的衣裙。这2箱是想我瑶儿这10天半个月的都不重样的换着穿吧？主子心里惦记着陆姑娘，前2天一进城呢，就叫店家抓紧做了。这哪是给我瑶儿准备的，这分明是给他自己准备的。你们主子可真能想。主子又不穿女人衣服，但不妨碍他想女人穿给他看。眼下苏怀回到宅子里，一进院中，房里的灯还亮着，暖黄的光透过门扉溢了出来，将院子都衬得十分的朦胧静谧。他推门进去，见着陆咬还没睡，还在弄他那些药材。今晚应酬的开心吗？开心我这么早回来吗？你为什么没穿裙子？睡觉穿什么裙子啊？睡觉为什么不能穿裙子？你不妨去把你身上的狗味洗一洗。天色已经不早了，邹怀这才没有再缠他，自行先去冲澡洗漱。等他回房以后，关上门，拨上栓，就去箱子里随手捡了一身衣裙丢在床上。换衣服？不需要，老子就穿这身。狗男儿刚扒了他的外衣，他滑如泥鳅一般，飞快地从他手里脱出，翻地就爬上床去，接了被子钻进去，把自己裹得死死的，习惯性地用后脑勺对着他。他躺下时，把陆咬的头发往被窝里拨了拨，以免压着，而后伸手就摸到他，硬是将他拽到怀里来了。两人在被窝里也不安生，时不时就东拱一下又西拱一下。狗东西，你再动，冷风只往被子里钻，什么时候才能暖和呀？我怀里暖和。他说着就把陆咬扯进他怀里，把他搂得死死的。陆咬踹他2脚，又被他给压住了腿。这玩意儿还不罢休，继续一手抱着他，一手泼他身上的衣服。一时间，陆咬放弃抵抗了，狗男人反而显得兴致缺缺。怎么不动了？陆咬表示，就他这狗性，他要是再动，他能更兴奋，到时候恐怕什么医嘱啊，这玩意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累了。但很快陆咬就发现自己真是天真了，他以为自己挺尸，狗男人就没什么兴趣了，可事实上他自己也能玩得兴起。我才怎么跟你说的啊？跟你说的那些都被狗吃了吗？苏怀抬起头来，直勾勾地盯着他。我没动你，就摸几下亲几下不行吗？没等陆瑶回答，他自顾自的又继续忙他的。陆瑶浑身上下都能让他给摸个遍，还不厌其烦。女人的身体也就那样，但你的怎么让我这么想啊？还记得你以前说的什么话吗？脸都打肿了。苏怀拿着他的手就往自己脸上贴，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你摸摸看，肿不肿？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穿这个能治好我。昨个姬无暇所说的话，此刻陆咬真的是感同身受了。这狗男人哪是为了他买这些衣裙啊，分明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私欲。
后来陆瑶穿了他买的衣裳，到下午狗男人又拿来一套给他换。需要换这么勤吗？你身上这身昨晚换的，今天再换一身给我看，不行吗？我信你个头啊！结果两人为换衣服这事儿又差点打起来。陆瑶发现这狗男人执着得很，今天下午才换的，到明天上午又换，好像他不把箱子里的新衣服都穿完，他是不会罢休的。这狗东西忙的时候在外面忙，只要一回来就想看他换裙子穿。哪个女人不喜欢新衣裳啊？为什么你不喜欢？再喜欢经得住你天天这样换吗？啊？而且还没到一天12个时辰，大半天就得换。我就是能治病也治不了你这样的。原本可是穿1个月的衣裳，可如今还有10天不到你就要走了，那我不得抓紧了，让你都穿给我看吗？陆瑶顿了顿，这狗男人抓住的点总是这么清奇，总能堵住他满腔邪火。别整得跟个被人抛弃的流浪狗似的。说着他就2步上前，有些粗暴直接的从他手上扫过衣裙，便去屏风后面更换。只要是在这屋里，他在他眼皮子底下走动，这玩意儿就总是直勾勾的盯着他。我把你弄瞎吧好吗？我还要进多久啊，至少得等你情况稳定了。我若不进，这10天就会死吗？那还不至于，但他能这么说吗？就不能等你走了以后再进吗？陆瑶发现跟他简直是没法聊，到后来索性他就得寸进尺。我不让气血运行得快，我不动，你来。你说让我进，没说你也要进啊。有什么区别吗？你可以为所欲为。老子不想为所欲为。雅儿，你先别急，先边上等着，我排队给你买啊。彼时，陆瑶在街边等姬无暇时，转头街角这边，靖王就坐在马车里，微微掀帘，远远看着。靖王看了片刻，便放下车帘，吩咐了随车的侍从几句，侍从立即就去办了。这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来一群小孩，个个手里捏着铜板，兴高采烈地拥上来买零嘴。我要他这样的糖人儿！关键是还堵了姬无暇的去路，叽叽喳喳个不停。姬无暇烦都烦死了，却不能跟这群小孩一般见识，否则但凡要是成年人敢跟他这样，早就被他掀飞了。陆瑶看着有些不对，怎么这群孩子不去挡别人，偏偏都围在姬无暇转呢？江江这样一想，冷不防一把匕首从身后冰凉刺骨地贴上了他的颈边。陆姑娘，请进一步说话。姬无暇被一群小破孩缠得烦躁不已，又给街上行人挡了视线。等他抬起头来一看，方才陆瑶站的地方空空如也，哪儿还有他的影子？一群瘪犊子，滚一边去！说着就一把掀开这群孩子。瑶儿！姬无暇动作快，很快就追到了陆瑶。陆瑶还未来得及被带上马车，姬无暇气势汹汹一来，一步步地走进小巷，眼里就溢出了一股子森意。你们要是现在放了他，爷爷还能考虑留你们全尸。若是不想他有事，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他有事儿？他要是掉了根头发，爷说你们几个今天想走出这城了，他男人能把你们剁成肉泥，信不信？他们也只是想借我顺利出城，你莫激怒他们。话虽如此，可两人的眼神交流却另有一番深意。先安抚再打击，别急，找准时机再下手。是这样吗，靖王？车里的人终于温声开口：我本无意伤害陆姑娘。伤害他？也不看看伤害他了，你们今儿个走得了吗？然后姬无暇又用一副粗嗓门声音说道：靖王，咱们别来无恙啊。随从一听这声音就来气，靖王一听就沉默。靖王，你不会是忘了老子吧？某怎敢忘？你那胸膛又紧又有弹性，你那小腰又细又有劲儿的。无耻之徒，你休要满口胡言，侮辱我主人清白。那我亲手摸的还能有假吗？还有他那脸蛋啊，看起来冰清玉洁的，摸起来那手感甚好啊，让老子至今啊回味无穷啊。他话的尾音还没落，
突然就身形极轻快的出招，直直朝挟持陆遥的那随从逼来。之前说什么都是虚的，就是为了抓准空档，说干就干。先别打了。姬无暇一听，收拾随从的动作就是一顿。我没事儿，我与靖王聊聊啊。某一直将陆姑娘视作为知己，如不是形势所迫，也万不会用这等办法，还请陆姑娘见谅。废什么话！你今天到底放不放人？你要不放人，老子锤爆你的狗头！他说他有灵犀角，打打杀杀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要是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聊聊，那是最好。就好像刚刚那个随从不是他杀的一样。不知陆姑娘寻灵犀角有何用处？这就不劳靖王操心了。靖王只需要确认是否当真有此物。我若没有，又怎会与陆姑娘在此一叙呢？某被逼至如此狼狈之境，让陆姑娘看笑话了。灵犀角在哪？苏相在南怀放出灵犀角的消息，某原只是揣测，不想当真是陆姑娘需要。早知如此，又何须兜这么大个圈子？兜圈子的是你吧，小白脸！你再磨磨唧唧，等苏怀来了，我看你怎么搞。灵犀是我云津特有的珍兽，早几十上百年前想要灵犀角不是难事，后来泛滥捕杀，才导致灵犀绝迹。灵犀角有其用，能使濒死之人续命，亦能使疯癫魔障之人回醒。只是我云津已经多年未曾见过灵犀现世。那靖王何故说你有？在最后一头灵犀被捕获时，身边曾有一幼犀。幼犀在靖王手上？某不才已养了它些许年月，不知这灵犀可能使陆姑娘感兴趣。你愿意把灵犀角给我吗？若是旁人，我自是不愿，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打他的主意。可若是陆姑娘本身非他不可的话，某可以考虑。当真给我？陆遥闻之有些诧异，自认为跟着靖王不过就是几面之缘，实在算不上是有交情。就看陆姑娘愿不愿意，长途跋涉随某去一趟云津。只是交换，你情我愿，何来的欺骗？主人养了那么久的小白，疼惜的很，谁敢打小白的主意？现如今主人愿意割舍灵犀角给这位陆姑娘，这还不叫有诚意吗？我主人既然这么说了，就一定会做到。如有虚言，天可诛地可灭，陆姑娘可愿信某一次？我若跟你去云津，恐怕这一路上靖王都休想太平了。只要陆姑娘愿意，某定当舍命陪姑娘。王爷别说笑了，真要是舍得舍命陪我，何须在这儿周旋？陆姑娘是聪明人，远的不提，那就提近的。先与某一起出城可行？你就是想让我放你出城，救你一命，以灵犀角作为交换，我可以理解为是这个意思吗？还有附加条件，这灵犀角须得陆姑娘亲自到云津去。如若你亲自来，我便应你亲自交到你手上，如何？姬无暇在外面难得安静，就等陆遥一句话。陆遥思索片刻，对姬无暇说道：“上车，出城。”陆姑娘随我同行，真的不用跟苏相打声招呼吗？这样悄悄的走，我们能自由出入城门，没有相爷追来，不是挺省事儿的吗？还是说不告知相爷，就达不到靖王的预期了？我只是怕陆姑娘不辞而别，苏相知道了会担心。你既然这么怕苏怀会担心，那要不别出城了，我们直接去找苏怀。我在与陆姑娘说话。所以我就不爱听你们这种心机男说话，表里表气的，明明心里乐翻天了，嘴上还一副为他人着想的样子，虚不虚伪？回头坚定得给你加鸡腿。加鸡腿有什么意思啊？得加钱。真不跟狗贼说一声，我叫黑虎来，他跑腿最快，保准狗贼立马能知道。急什么？就算不告知苏怀，他就不会知道了吗？何况现在得到了灵犀角的消息，他私心里并不想靖王死的那么快。横竖现在咱们知道云津还有灵犀角了，要不要把这靖王搞死了先？咱们再慢慢去找就是了。你们在商量计划要先搞死我的时候，都不用回避我一下吗？要怎么回避啊？那要不让我俩下车去商量？只是我若死了，恐怕你们就取不到灵犀角了。这话怎么讲？难不成你死了，你养的那灵犀角也跟着灰飞烟灭了吗？你可知我的小白养在何处，是何秉性？别说你不知，便是云津绝大多数人都不知。我就不信没人知。关于灵犀角的用处，世人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愿闻其详。灵犀角的珍稀药用之处，其实非灵犀角本身，而是灵犀角中的角中精血。
即便是拿到了灵犀角，却没有角中精血，那也不过是得了个空壳子，效用也会大大损耗。最多灵犀角的角身能够强身健体、蓄养精神罢了。单单是兽角能起到的作用，用许多其他药材也可替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灵犀角必须得随取随用，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靖王一番话，着实受教。那就把他那头灵犀弄到手了，再取角啊，不费事儿。小白只让主人一人靠近，也只有主人一人能给他取角。别说你们轻易找不到他，便是找到他了，让他感觉到了有危险，他也会立马撞断自己的脚，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小白纯真且聪明，他只是不会说话，但他知道人们想要的就是他的那只脚，所以他会好好保护他的脚。如果实在保护不了，他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让人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这么说，想要取到效用最大的灵犀角，还非靖王不可了。只要陆姑娘想要，某愿尽绵薄之力。陆姑娘要随我走，当真不打算知会苏相一声吗？靖王一定要把事情闹大吗？到时候恐怕靖王走不了，只能让相爷送遗体归国了。某还是想看看陆姑娘与我在一起时，苏相那气急败坏的样子。他气急败坏的样子我都没有见到过。也罢，如若苏相不在意陆姑娘，也不值得陆姑娘留恋。陆姑娘便随某去云津，陆姑娘在这里有的，某在云津也能让陆姑娘有，某只会让陆姑娘拥有的更多。靖王这是演着演着还当真了？你怎知某是在演，而不是一开始就当真了？难道这位朋友没有告诉陆姑娘，某一心爱慕陆姑娘吗？我可说了啊，你这王爷虽然是云津第一美人儿，可我养儿不好你这口，那也就没有办法。不如你跟我玩玩呗。听说你手上有几个矿？是有。那能分2个给我吗？朋友未免胃口太大。我在云津干1年，能每月给我10万两不？朋友这是在趁火打劫吗？是你要许我锦绣荣华之路的。即便是高官厚禄，也不是朋友这般狮子大开口的。那还去什么云津效什么力？我做事都是明码标价，至少10万两起的好吧？苏相给了你多少？行业秘密，这点操守还是要有的。不过下回靖王你要是有什么业务，也可以叫我。苏相的命值多少钱？靖王可真是不避讳啊。又没外人。要是以前吧，你给我20万，我可能会接，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他是我养儿的男人，我不能让他守寡，除非我养儿点头，这人头钱我就赚。马车出城以后没驶多远，前方蕉林里便有风声响起。就到这儿吧。驾车的进士只听靖王的，靖王没开口，进士也就没停。路遥给了姬无暇一个眼神儿，姬无暇动作也快，立马窜出车厢去，一把擒住进士的脖子，一手挽着马缰，便利索的迅猛一收。马匹受到强劲的拉拽之力，嘶鸣一声，不得不停了下来。仔细着点，他要是破了皮，老子会扒了你的皮。靖王想出城，现在已经顺利出了城。至于那灵犀角，待过后我会亲自到云津去取，你我就此别过吧。过后到云津去取，多久过后？择日不如撞日。既然今日走到了一起，与我同行前往云津又何妨？路遥看着靖王云淡风轻的神情，突然明白为何这靖王几次3番的提醒他要通知苏怀。挟持他出城只是其一，出城以后能顺利离开这南怀才是最关键的。他只是需要他来破这个局。靖王树大招风，我便是去，也不会与靖王同去。陆姑娘还是一如既往擅长保全自己。某让陆姑娘知会苏相，便是因为前路凶险。某私心里并不想陆姑娘身涉险境。话语间，前方风声袭来，越来越近，空气里都一片凝寒肃杀。那股子杀气，习武之人最是能够感知，来势汹汹，绝非一般的小打小闹。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告辞。山高水远，后会有期。只是靖王没松口，他的随从自然不会松手。只是箭在弦上，还请陆姑娘恕某不得不发。话说的这么好听，说到底还不是要我养儿和你一起。我们就赌，看看苏相会不会来。你敢伤我的人，我便削了他的脑袋，提出去给来的人，想必他们一定会欣然接纳。不得轻举妄动，伤害陆姑娘。
现在要不要一命换一命？这破王爷老子还给你，你把他还给我。虽万分不愿，可也情非得已。倘若今日我身死在此，且邀陆姑娘与我共赴黄泉，如此佳人相伴，也是风雅事一桩。狗屁也能让你说成是风雅？是不是吃饭也能让你说成是情趣啊？他话里的意思十分明白了，换人是不可能会换的。今日如果他死了，就让陆瑶与他一同死。难怪你希望我将我被你挟持的消息通知给苏怀，你的真正目的不是为了挟持我以顺利出城，你的目的是以我引苏怀出城，好替你破这进退维谷的杀局。可他没想到还有一股势力想千方百计地置他于死地，外面的厮杀变得更加凶狠惨烈。说是我对苏怀而言有2分重要性的话，靖王挟我出城，苏怀得知必定追出城来。只要我在靖王手上，他便不会放任要杀你的人连我一起杀了。是以靖王就能以敌制敌，坐收渔利，解除这危机。靖王是这么打算的吗？陆姑娘不仅琴艺高超，心思也这般细腻周全。如今只有苏怀能替他对付这股势力，他想逼苏怀出手，就只能将陆瑶挟在手里。瑶儿，你先撤！陆瑶突然动手，快如闪电，迅如雷霆，一把拿住进士的手。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扭脱他的手腕，便从他手上夺过了长剑。那动作行云流水，顿时鲜血涌出，湿透了衣裳。只可惜我没有料到这城外有对你的伏杀，你也估错了时间。我与朋友上街是偷偷出来的，别说苏怀不知道，就连他放在宅子里看护我的随从都不知道。你想等他来替你解决，真等他来的时候，只能替你收尸了。替我们2个一起收尸吗？我现在把你交出去，兴许还能活命，是你自己出去，还是我用剑把你挑出去？靖王没有开口，陆瑶不再耽搁，十分决绝，手上稍稍用力，那剑锋就没入他胸膛。灵犀角你不想要了吗？陆姑娘非等闲之辈，却甘愿化身成一名小侍婢进宫侍奉，不就是宫中的云金曾进献的灵犀角？现今我手中有最后一只，陆姑娘是想功亏一篑吗？姬无暇眼看着靖王的3名随从伤势过重，快防不住了。他趁此空档，倏地一剑扎在马屁股上，马匹吃痛，顿时红了眼，撒蹄儿的就往前狂奔。以前靖王只是对他有几分对知音的欣赏和仰慕，而今时今日，他突然明白，他为何目中无人的苏相独独对他青睐有加。今日陆姑娘真是让某大开眼界，原来陆姑娘也是高人呢。你放心，一会儿要是跑不了了，我会把你交出去的。那我只有死路一条。死你一人，总比死2人的强。怎么苏相还没来？我猜他应该快到了。你若是提前跟我说城外有埋伏要杀你，可能我们还能商量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你要和我要灵犀角，也不是不能两全其美。可现在，我兴许还能撑到等他来，你就不一定了。能不能活，还得看缘分，是吗？陆瑶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这林子里一片昏黑，他对这地形又不熟，和靖王一起只能漫无目的的前行。可实际上，那些杀手比想象中折回来的更快。靖王也不知道是怕和他走散了还是怎么的，突然就牵住了他的手。是要我废了你这只手吗？你我相依为命，我只是想与陆姑娘携手前行而已。陆姑娘若不愿就罢了。我不喜与人拉拉扯扯的，身后动静也越来越近了，连靖王都能听见了。如若实在无出路，一会儿陆姑娘就躲起来，把我交给他们即可。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别跑了，我现在就把你交给他们，怎么样？就不能再挣扎一下吗？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再那么做好吗？可再后来跑着跑着，陆瑶突然出手猛地拉了靖王一把，两人及时停了下来。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他试着在抬脚往前探一步，却发现是虚的，前面没有路了。就在离他俩咫尺的前方，赫然是一片往下蔓延的斜坡。方才要不是陆瑶拉住他，恐怕他已经滚下去了，下面还不知道是个什么光景。他呢？我叫他先撤了，他在马车里，但也有人追上去了。话音一罢，就见苏怀往有马车车辙的方向追了过去。剑征见状立马跟上，让剑霜和部位影卫留下来和姬无暇一起收尾。你们是乌龟吗？来的这么慢，老子都杀过半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偷偷带着陆姑娘出门，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偷偷骂。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理不饶人？这厢，陆遥见着后面的杀手把距离越拉越近，再这样下去，被追上也是迟早的事儿。再这样下去，被追上也是迟早的事儿。杀手终于追到了目标，岂有手软之力？隐约见得前方立着2道黑影，当即就杀了上来。我说闪的时候，你就往边上闪。靖王明白，等这些杀手距离足够近了，千钧一发之际，他俩再往边上一闪，这些杀手来不及停下，只得冲下身后这斜坡去。然而不等他们走近，林中劲风穿梭，携着一股子萧萧寒意而来。忽有举刀的杀手闷哼一声就倒了地。陆遥定睛一看，不由愣了愣，依稀见得那杀手脖子上和身上是一簇穿透的枝桠，当即把杀手给刺死了去。陆遥心头锐跳2下，寻常树枝如身后的内力，又怎能如利剑般杀人？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他抬头循着枝桠飞来的方向看去，但见夜中有影如魅，身法快极了，转眼便至，与那些杀手斗了起来。陆遥看见一个个杀手倒地，没人是他的对手，他缓缓平下气息不说话，却听得靖王在身边说道：可惜今日陆姑娘不会与某长眠于此了。最后他还是赌对了，靖王知道是苏怀来了，陆姑娘于他果真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见苏怀竟舍得为了一个姑娘而单枪匹马的杀过来。许是他并非单枪匹马一人，只不过他的人被他远远落在了后面，因为他太着急了。苏怀终于出声，低低唤道：陆遥，我在这里。他仿佛终于放下了心，转而又跟剩下的这些杀手干了起来。他气势炫狂，下手狠辣，满地都是尸首。严永基，我去你妈的！对不住了，陆姑娘，当真不是故意的。随之一道黑影极快地顺着他所滚落的方向掠来，陆遥知道是他追着下来了。他刚刚闻到时，他就被倏地拉了一把，下一瞬就被直接拉进怀里，被一只手臂紧紧拥住。与此同时，陆遥一时伸手将他抱住。苏怀终于追到了人，也成功地把人抱进了怀里。只是斜坡陡峭，他也无法阻止两人继续往下冲的冲势，便抱着陆遥颇有些杂乱潦草的继续往下冲。陆遥能够感知到苏怀气息十分的混乱，他极力克制着，却也没能坚持多久，凌乱的脚步跟不上两人下冲的速度，到最后他只得抱着陆遥跌在斜坡上，两人一路往下滚去。他一手紧紧箍着他的腰肢，一手稳稳护住他的头。陆遥一时下意识勾着他的头，亦将他的头护得牢牢的。两人不住的翻转，一上一下，又相互调换位置。他被压在下面，苏怀俯身扶着他。苏怀缓缓撑起身来，终于能够看清楚彼此。苏怀抬手，动作缓慢地拂开陆遥脸颊散乱的发丝，又将他脸上的泥土开了开。陆遥就这样望着他，见着他也如此狼狈，同样是头发散乱从鬓边垂下，将他的一张脸掩映得愈加如妖如媚。堂堂相爷，怕是所有狼狈的事情都跟他脱不了关系。你是不是要跟着他走？我不跟他走。伤哪了吗？应该都还好。苏怀侧目就看见他手臂袖角滑下来，那原本白皙光滑的皮肤上满是刮伤的痕迹。他又从头到脚地把他摸了一遍，摸到小腿肚子时，他的手一顿，有种黏湿感。苏怀起身拨开他裙角，见那裤腿上除了泥渍，依稀还满是血迹。陆遥自己无所察觉，接着就被他撕了裙角一层布料，将他的小腿缠住。陆遥大抵也知道自己腿肚子上应该是被刮开了口子，不过一点皮外伤不打紧。而后苏怀抱着他缓缓起身，放我下来，我自己走。苏怀也没放。苏怀停顿片刻后，继续迈脚往前走，才走2步，终于再是压制不住，一缕血色蓦地从他嘴角溢出，顺着下巴滴淌在了陆遥衣襟上。那温热感顺着他衣襟传到他皮肤，
进入了他骨子里。我叫你放我下来，你没听见吗？苏怀微微弯着身，依然将他稳稳地抱在怀里。苏怀，他正身就要下来，苏怀将他身子扣得死死的。他垂眼看着他，那眼神就像野兽一般，又狠又有股子疯劲儿，仿佛他就是块肉，是他的野餐，他恨不得把他撕了。可他偏生又护食的很，始终如一地把他紧紧护着。你再闹，我就把你丢出去。那你丢吧，把你丢那野沟里去。陆咬素来知道他这德行，不管是人还是物，但凡是他想要的，只要他沾上手了，就别想让他放下。陆咬见拗不过他，只好手忙脚乱地从怀里找药。护心救命的药他有随身常带，他慌忙抖出2粒药丸就喂进苏怀嘴里。而后陆咬发现，他不是要带他出这片地方，而是往山路里边走。你干什么去啊？杀人。你不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你还想着去杀人吗？我现在什么样子都不妨碍我杀人。苏怀，等你死了，我就去找别的男人，逢年过节连张纸都不会烧给你。那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现在立马回去，否则等你一脚进了鬼门关，我也拉不回来你。你我就无婚姻，可不相干。总不能你短命我还替你守寡吧？正这时，上方夜空中响起了黑虎的笑声。陆咬闻声立马捏了一声口哨，黑虎耳聪目明的立马就听见了，在上空兴奋的嗷嗷直叫。那清越的笑声传得老远。姬无暇和剑正剑霜正往山谷里摸，后来听见黑虎传讯，姬无暇心头一松，看样子黑虎找到人了。剑正剑霜见状连忙跟上，等姬无暇和剑正剑霜第一时间找到两人时，就看见清寒的月下，苏怀抱着他一步一步地从山路里走出来。瑶儿，你怎么样？没事儿，现在可以把我放下了吧？苏怀这才肯把陆遥放下，对姬无暇说道：你背他。姬无暇二话不说，转身就把陆遥捞在了背上。伤哪儿了？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姬无暇正想问竟往内撕呢，就听苏怀吩咐道：搜山。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找到人以后，把尸体带回来见我。啊，留活口吧。当然得留活口，不然老子找谁结账去？剑正剑霜十分担心主子的伤势，又不知该不该听陆姑娘的。正迟疑时，苏怀手捂着嘴，只见鲜血淋漓从指缝间溢出。陆遥神色大变，还愣着干什么？立刻送他回城。山脚下有现成的马可以用，之前的马车也被拉了回来，重新套上2匹马。苏怀路上还勉强能支撑，可一上马车以后，他便有些坐不住了。陆遥能感觉到持续有温热的液体在他腿上晕染开，他的情况来不及等进城了。他背上的紫金张牙舞爪地盘桓着，根根像是饮饱了鲜血一般，紫得深红发黑，甚至肉眼可见的在蠕动生长，形容十分可怖。陆遥咬咬牙，飞快地拔出黑簪，取出里面银针，在火上烤过，便动作精准利落地刺入他后背上。这种情况马车没法前行，只能默默等待。整个过程中，苏怀不吭声，但他的手却悄然环上了陆遥的腰，一点点收拢，将他抱得死紧。陆遥有些喘不过气儿，叫了苏怀2声，他没答应，但他的手却悄然环上了陆遥的腰，一点点收拢，将他抱得死紧。陆遥有些喘不过气儿，叫了苏怀2声，他没答应。陆遥手里依然有条不紊，冷静极了，只是声音有些沙哑：苏怀，你死了吗？他仍是没答。你要是死了，我也省得再费力气了。我死了，好叫你去找别的野男人吗？那样的话，你只能做个鬼眼睁睁看着了。你说你做鬼也不放过我，那也简单啊，我找个道士来把你镇住，让你从今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我才是你男人。你要是死了，就不是。你都没死，我死什么死啊？你要死在我前头，我得把你埋了我再死。苏涵，醒着，别睡，知道吗？马上回城。
剑正剑双随时准备着，只等他这儿告一段落，立马就驱车前行。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陆遥帮苏怀把衣裳拢好，又怕他冷似的，俯身抱着他。隔了一会儿，陆遥就会叫他，让他保持清醒。刚开始他尚还有些神智，陆遥与他说话，他都会应上一两句。到后来，渐渐他意识便有些模糊了起来，但他也确确实实的把陆遥的话记在心上。即便陆遥没有叫他的时候，他也迷迷糊糊的答应。他时不时就一声，就仿佛是陆遥在唤他一般。他也似将睡未睡，有些惺忪的回应两句。他说：“我还没死。”他说：“你休想去找别人。”他说：“你是不是喜欢他？”他说：“我去杀了他。”苏怀，你不是想听我骗一骗你，说我爱你吗？他又胡乱的了一声。等你醒了，我就骗一骗你。以前他总觉得这狗男人命硬得很，他又这么能折腾，哪怕是只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必须要折腾到底。所以陆遥从来不担心他说死就死。但现在似乎不一样了，他心脉是被强行护住了，可毒发进展情况一时还很难控制下来。苏怀嘴角有血丝滑出，陆遥见状咬咬牙，手里操着一把薄刃，便往他背上紫金神去。剑正剑双不由大惊，剑正一把指住了陆遥的手。莫大夫说了，主子背上这些不能动刀，否则这毒根一旦裂损，主子便会血崩不可收拾啊。那就让他毒发攻心吗？剑正抿唇不语。你现在要不要回去找莫大夫来救他的命啊？剑正闻言还是松开了手，就等于是把主子的命全然交到了他的手上。陆遥当然知道他的毒根轻易动不得，可眼下非常时期，再不动命都会没有的，他得给他放毒血。可这样危险性很大，除非将他的血都放干，否则他这毒彻底解不了。所以要么毒入心脉而亡，要么血崩而亡。眼下最好的状态则是陆遥能够控制住他的出血量，虽说无法彻底解毒，但至少能达到缓解他毒势的效果。到了差不多的时候，陆遥让剑正剑双把他转移到床上，他又迅速动手给他止血。两人是眼睁睁地看着陆遥将那细小的紫金毒根上的创口用银针调拢，而后用烧红的刀刃一点点烙烫。因为伤口太小，他用的只是薄刃的刃尖儿，烙深了伤及心脉，烙浅了无法止血。两人意识到别的大夫或许不行，但如果是陆遥就不一定了。陆遥起身又去开药方，叫两人去抓药煎药。等剑正剑双从房里出来时，天色都已经有些发白了。陆遥没合眼，一直守着他。他背上的银针什么时候拔，什么时候又扎，他都毫不含糊。姬无暇进来房间时，看见陆遥守在床前。他命捡回来了吧？我听剑正他们说，这狗贼止血了，有你出手，情况应该稳定了吧？应该是吧。那我来替你守着，你赶紧去洗血。你身上的伤还没处理呢，处理好以后得吃点东西休息一下。老傻坐在这里怎么行啊？陆遥在屏风后面洗漱，把自己从头到脚清洗了一遍。靖王找到了吗？还提呢，营卫搜山搜了一晚上，连根毛都没找到。这结果陆遥也不奇怪，如果一晚上都没找到人的话，他多半是已经逃脱了。帮我把药箱拿来。姬无暇连忙起身去拿。陆遥过来亦是坐在脚踏上，缓缓捞起裤脚。只见他小腿肚上有一道大约3寸来长的口子，口子有些深。你怎么弄成这样的？徐世魂下山的时候被哪根枯枝给划的。我来。陆遥就交给了他。姬无暇也是顺手的，毕竟常在江湖走，处理伤势谁不是家常便饭呀？你忍着点啊，别怕，很快就好了。我不怕，你大胆点就行。以往你给我洗伤，我心态哪次不是稳如老狗？现在轮到我给你洗，我他妈紧张的像第一次似的。现在咋整啊？缝合，只是找遍了药箱，没有找到镇痛的麻药。算了，就这样弄吧。姬无暇见他拿了针线。你这样行吗？
我不行，你行吗？你都不行，那我就更不行了。我是问，要不要给你找个大夫来弄？陆瑶低着头捋着伤口，一针就穿了下去。我就是大夫。哪有大夫自己给自己整的？瑶儿，你吃过了没啊？要不要一起吃点？吃过了。成吗？你不吃我自己吃。你好歹也歇会儿啊。我不累。唉，真是好多年没见过你为谁这么着急了。陆瑶手里的动作顿了顿，若无其事道：“是吗？”可不是。细细想来，好像除了凌霄师傅走火入魔失控的时候以外，你还从来没这么着急过。这些年你素来都是不慌不忙、从容有度的，结果为了这男人，你慌成这个样子。陆瑶一时没有说话，姬无暇就自顾自的津津有味的啃着他的肉骨头。啃着啃着，姬无暇无意间一掀眼皮儿，动作就是一停。姬无暇见着床上的苏怀居然睁开了眼，像一觉睡醒了似的，空气都似乎凝滞了一瞬。接着姬无暇又收回视线，压根像是没看见似的继续啃他的骨头，而苏怀也像压根没醒似的继续躺着，各不相干，也各不打扰。我是慌了。姬无暇不由自主地瞥了苏怀一眼，我都没来得及细想，上次这么慌是什么时候？我大师傅失控时，至少还有二师傅在身旁，我不至于失了主心骨。上次这么慌，竟是我年少时，在遇到我师傅之前，眼看着我双亲在我面前相继倒下的时候，往后没有依靠，没有支撑，剩下的只有孤独。我没把它当做我往后的依靠和支撑，但我也确确实实感到了孤独，所以我慌了。以往你说像凌霄师傅那般用情至深，到最后也是伤人伤己。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去碰这玩意儿，选个男人，大不了涂涂他的美色和功法就得了，至少别陷得那么深。唉，可谁又能想到以后是什么样的？姐妹，你怕不是一头陷进去了而不自知啊？你怎知我不知啊？也是，你想要什么，你一直都清楚得很。说着，他就看着苏怀。这狗贼吧，虽然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但他有权有钱有颜，还对你好啊。咱们找男人又不是找男菩萨，非得他正直善良又心怀天下不可。再说了，要是女人都去找正直善良仁义的男人，那些大奸大恶的男人岂不是要没媳妇儿了？他们没媳妇儿就得去强抢民女当媳妇儿，这样搞下去啊，岂不是恶性循环？所以你收了狗贼这样的，也算是怀柔安抚之策，为这世道尽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吧。苏华又给你多少钱了？你放心，这钱我会找他要的。本来我想着这男欢女爱估摸着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前有你师父那么惨，后有你们这么惨，总之就是惨。现在想想，其实你们和你们的师父又不一样，至少你们两情相悦啊。可凌霄师父却是爱而不得，而那位素未谋面的叶藏前辈又不知作何感想。他们错过了大半辈子，可你们又不会那样。他觑着苏怀继续道：狗贼命硬得很，虽然之前要死不活的吧，但睡一觉不就行了？等瑶儿你拿到了灵犀角，恢复了功力，你也把狗贼的毒解了，你们俩你情我愿，如鱼得水的，那可不就双宿双栖了？虽然过程有点坎坷，但总归结局是好的，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吧？像那些无望的爱情，那是一开始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你们可比他们强多了。在理论这块你就没输过谁。趁着大家都年轻气盛，他要是喜欢你，就好好搞他呗。以后他要是负你，在桥归桥路归路之前，你先把他阉了，再把他家底儿掏干，用他的钱去采别的花，岂不是很香？陆耀不置可否，将药备好放在托盘里，而后转身朝床边走来了。当他甫一抬眼，猝不及防撞进苏怀的眼里时，他整个人都停顿住了。姬无暇瞅了瞅一同躺着的陆耀和苏怀，一时间也不晓得这狗贼和他好姐妹之间到底是谁拖累谁更多一点。别的他做不来，反正守着就行了。以往他对苏怀这狗贼是1000个10000个不满的，可如今他这人别的不好说，但对他姐妹是真的没得说，连他都不得不服。这狗贼本身身中奇毒，是不能太过放肆用功力的，可他浑然不顾忌，为了救他姐妹疯狂杀人，导致真气运行全身，极大的加快毒发速度。路咬在哪儿他就往哪儿去。
自己都搞得半死不活的了，也要拽紧了陆瑶不放手。这他妈就是所谓的爱情吗？怎么这世上的爱情都是不动则已，一动则伤啊？前有凌霄师傅，现有瑶儿，要么走火入魔孤独终老，要么两败俱伤一睡一双。如此看来，这男女情爱委实是个损人不利己的东西。陆瑶一觉睡到半下午。瑶儿，你别太累了。我不累，动作快一些，他这2天用得上。行吧，我这就去。看到这里口渴了，他走在院子里，边喝边看更又在院子里征商服的饮沙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6瓶不到9块钱，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送，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听到先得药，守在这里更不会离开。秒杀频道，用不着你废话，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不错，还知道自己是蠢蛋。夜深人静了，他便解了衣裳上床，揭被躺进被窝里，侧身看了看苏怀，然后又钻进他怀里，伸手抱住他，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他。只要彼此靠近，总归是多多少少有暖意在的。起初他没有反应，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般，无知无觉。陆瑶睁着眼，安静地看了他许久。以往他哪会容忍他看他这么久啊？但凡他要是这般看着他，他定然又会作威作福。他这张脸病态中也难掩妖媚之色，眉梢眼尾都很长，合着眼帘，睫毛拉开一抹好看的弧度。到后半夜的时候，陆瑶感觉有些勒质感，不由醒转，动了动身才发现，此前一直没有反应的男人不知何时手臂就搭在了他的腰侧上，并且越收越紧，将他毫无间隙地拥在怀中。两人都是侧卧着，面对面的。陆瑶睁眼就看见面前这张睡颜，苏怀分明又没醒。陆瑶轻轻怔了怔，这家伙也如往常一样，搂着就搂着，压根就不撒手。他也就由着苏怀去了。后来陆瑶又辗转醒了2次，无一例外都是被苏怀手臂上的力道给硌醒的。苏怀已经坐起了身，正靠在床头，一身血衣，如墨的头发渲染在肩上，整个又病又弱的美人模样。可他那双眼睛却是跟病弱毫不沾边，一如既往直勾勾地盯着陆瑶。得了，你们俩慢慢搞吧。他什么时候醒了？你为何不说？你也没问呢。在短暂的对视当中，苏怀先开了口，说道：我好不容易醒了，你为什么不扑到怀里来？切，我是不是还该喜极而泣的扑过来啊？可以，我还没见过你哭呢。才醒就要作妖吗？他2步走来，递给他一碗调好的汤药，他伸手接过来喝了，冷不防就被他捉住了手腕，往他那边一扯。陆瑶顿时失去了平衡，整个人往他怀里栽去。这回他没正没扭，入他怀便不再乱动了。他只是安静地靠着他，额头抵着他胸膛，埋头在他衣襟间，呼吸很轻，双手抱住了他的腰，确保他的伤处不会被床头磕蹭到。何时想到？是害怕我听到那些话吗？切，你以为我不知道即便你睡着也能听得见吗？本就是说给你听的。你为什么偷偷上街不说一声？为什么被挟持出城，不第一时间让你的婴儿子报信？是不是他私下来找你，你心软了，就故意放他出城去的？一连3问，陆瑶一听就晓得，这狗男人才醒就顾着跟他秋后算账了。结果还是没等他回答，苏怀一手捉着他后颈，冷不防翻身就将他压在下面了。陆瑶抬头与他直视相对，陆瑶呼吸一滞，他再问：你是不是打算跟他私奔到云津去？陆瑶莫名觉得他是醋疯了，连看他的眼神里都带着一股子酸劲儿。然后他手就又开始在他身上摸索，先看看那2只手臂，都是一片红色的擦伤。他皱着眉头，一路顺着往下摸。你也不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鬼样子，才醒过来就又不得消停了吗？苏怀摸到他腿时，动作忽然就轻了下来，寸寸往下捋，碰到了他小腿上裹着的绷带，方才停了下来。你是不是喜欢他？你是不是有病啊？成天盼着我喜欢别人，我不是喜欢你吗？苏怀顿了顿，他见着苏怀眼神都变了，方才还像条野狼狗一般紧迫，转而有一点点伸了下来。
你清楚你现在什么情况吗？你知道你现在很虚弱吗？你毒发了，情况危急，所以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被苏怀堵住了嘴唇。苏怀辗转亲他的唇瓣，陆瑶唇上触感传来，不由深呼吸，又勉力维持平静说道：“所以我给你放了血，你现在失血过多，你知不知道？”话又一出，他便侵入他口中，手扶着他后颈越吻越深。他口里都是苦涩的药味，陆瑶却是有些架不住他，还想说什么都被他堵进了喉咙里。你这样的人很难让人不爱吧？你爱吗？即便陆瑶不回答，苏怀仿佛也知晓了答案。你说不出口，那我说给你听。陆瑶，我爱你。陆瑶的每一分微妙反应都是对苏怀无声的回应。陆瑶，我爱几年了，我爱你爱到死，我死了也要继续爱你。我最怕你离开我，我想日日都能见到你，我想走到哪儿都能带着你。你不能离开我，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将我会护你，我把全天下最好的都给你。你要我的命，我也给你。我比你更害怕孤独，你跟别人走了，我也会慌。你跟谁走，我就恨不得杀谁。他知道，这男人什么肉麻话都能说得出来。他也知道，句句都是发自他真心的。真是变态的人说变态的情话，可是很难让人不爱。你是爱我这个人，还是爱我对你的好？你要是爱我对你的好，我一直对你好，你就会一直爱我，是不是？我就不能爱你这脸好看吗？不能爱你功夫不错吗？不能爱你有仇必报的手段？不能爱你不沾花惹草的作风？不能爱你言出必行的狗性子吗？你真是坏虽坏，但也不是一无是处嘛。没办法呀，我只能在你一堆坏里挑点你的好。所幸还能挑出些东西来。苏怀眼含钩子看着他问：你爱我功夫好，是指哪方面？床上的功夫好吗？你在床上也让我很销魂。这虎狼之词能一本正经的从他狗嘴里吐出，陆瑶感觉人都麻了。狗东西，该扎人上药了。你现在都不顾及我的身体了吗？顾及你什么身体啊？我现在很虚弱。在客栈的时候不还挺有劲儿的吗？什么有劲儿啊？瑶儿，你不妨展开说说，我爱听这个。当然是走路有劲儿，不然你以为是怎么有劲儿啊？瑶儿，男人有没有劲儿，你不能看他走路怎么样，你得看他尿尿怎么样。这是镇上刘寡妇说的。你有事没事去听那些做啥？这都是人的经验之谈。不知羞。谁都尿尿的好吧？你知羞还随处尿。我何时？话没有说完，猛然想起来上回在南怀丛林里，他跟剑争两个人方便的时候，不就被这妖女给撞见了吗？你们小时候难道没有站排排比一比谁尿得更远吗？切，两只缩头巴脑的鹌鹑。七姑娘，我没有惹你啊。那你跟人比过吗？剑争也沉默，还是当他没说话吧。明日你随我回谷，他们暂留客栈等候。剑争剑双自知，这个他们当然是指的他俩，主子都听他的，自然轮不到他俩反驳。狗贼不是送你回来以后就完事儿了吗？瑶儿，你还带他进谷去啊？带去给二师傅看一看。明日去备一份礼。备礼做什么？第一次见长辈。我只是让我二师傅给你看看你的身体情况。二师傅不是长辈吗？不得了了，朝廷也在贴狗贼的画像了。画的有8、9分相似了。用的是宫中御用画师。皇帝可真是担心你啊，生怕你不能早点死。平时太狂，又要兵权又要敛财，连我都看不惯他。我要是皇帝，看着大家伙都想卸磨杀驴，我也想分块驴肉吃吃。谁是磨，谁是驴？当然躺着赚的是磨，出力气的是驴。那你现在在给谁出力啊？你他娘的骂谁是驴呢？你骂我，我生气了吗？现在的问题是不是该放在这画像上啊？
切，他这么狂，让他自己解决去呗。我保准他一走出这客栈大门，很快就会被乱刀砍死。他要是被砍死了，你账本上的账谁结啊？啊，以后谁带你去抄家呀？你摇钱树都没了，你还不管？确实啊，账本上的账没结，以后也没人带他抄家了。还有狗贼，到底有哪些家底儿他还没有套出来呢？你给我等着！然后他就大摇大摆的出门去了。这一去了老久，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回来。姬无暇拎了2个包袱回来，一进门就把包袱扔桌上。瑶儿，你让我买的药材，这个包袱里是什么？打开看看。路遥打开一看，沉默了片刻。谁穿啊？你觉得呢？还是一身女人的新衣裳。现在她画像满天飞，不乔装一下是不可能的了。妖女，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主子堂堂一国之下，岂止男儿之身，岂能装扮成一个女人？怎么丢你家族分裂啦？这时苏怀正从屏风后走了出来，房里原本还闹哄哄的，一下子就没声了，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好家伙，还真是男女不羁啊！见征见霜简直是傻眼了。但凡有点自尊和骨气的男人都不会想要穿女人的衣服的。可他们意识到，不能用常态来衡量主子。主子不仅穿了，还穿得这般心甘情愿，关键是竟然没有什么违和感。明儿你就和他互换一下，他当你的病媳妇儿，你当他的痴汉相公吧。为什么要上街？主子还像之前那样待在客栈里足不出门，等要起身出发的时候再下楼不就行了吗？要是不出来转一转，怎么对得起你们主子精心打扮一番呀？再者，给你们主子买鲜艳好看的裙子，你们知道怎么买吗？见征见霜是提心吊胆的，他们巴不得主子闭门不出，生怕被人给认出来。阿汝生了，运气不错，是个儿子。你打算如何？我会保他们母子周全。这一点路遥知道，只要他开了这口，必然就会做到。只是以后的路如何，却不是阿汝母子能够左右的。可我答应过阿汝，往后让他自由的生活。这不矛盾，往后他可以自由的生活。他若想跟孩子在一起，我应允；他若想从此海阔天空，我也答应。也罢，相爷的条件于他们母子而言，也是一道保护屏障。倘若阿汝生的是个女孩呢？她不会生女儿。路遥心下明了，不管阿汝生的是男是女，最后都会变成儿子。既然如此，你为何不一开始就找个男婴做阿汝的孩子？有现成的，为何要冒着风险找个假冒的？冒充皇嗣，一出漏子便是功亏一篑。既然不能冒充，那阿汝真的生女儿，你又当如何？只能当皇子。好家伙，他不是要冒充，而是阿汝不管生男生女都会被当作儿子来养。瑶儿，你吃好了吗？咱们可以回家了。你是想我把你弄晕了，还是用银针封了你的感知啊？所以基本上禁蛊的人都有这2个选择可选。像他这样的，如若在他清醒的情况下不封去他的感知的话，即便是蒙住他的双眼，他也能靠听靠记来判断马车大概行了有多远，靠身体的平衡来判断是向左还是向右转等等。我不记录。切，你嘴巴说不记定什么用？他能管你的脑子吗？你的脑子只会管你的嘴巴。要他说鬼话哄骗我瑶儿，每一个想禁蛊的都这么说，老子见多了。瑶儿，我看你还是把他弄晕的靠谱。万一他中途醒了装晕呢？你还是用银针封他，最好封了他以后再把他弄晕。你跟我好了这么久，还是不想我知道你住哪里？这是药蛊的规矩，相爷也得入乡随俗。这是对外人的规矩，你把我当外人。就目前而言，你本就是个外人。说着就再入一根银针，这根银针恰恰封的就是他的耳石。苏怀不满意道：你我日日同床共枕，水乳交融，我自己心里还只是个外人，那什么才不是外人？那自是等成为内人以后就不再是外人了。主子一路保重。省省吧，狗贼他现在就是个聋子，搞得像2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似的。说罢，姬无暇一扬鞭，马车便驶了出去。两人只得目送着马车渐行渐远。你既用对付别人的法子来对付我，用来对付你的法子，我可没对付过别人。苏怀听不见，身体的感觉也是麻木的，只是路遥的气息入他耳时，他有所察觉。在说什么？
没什么，即使回应了，他也听不见。陆瑶下意识盯着他嘴唇看，苏怀仿佛有所感似的，微微往前一倾，鼻尖就抵上了他的。他一侧头，就顺利亲上了陆瑶的唇瓣。有些东西啊，就像是刻进骨子里的，即使感知被封，他也亲得娴熟自然。陆瑶儿，狗贼不说话，怎么你也不说话？你嘴巴不得空吗？说什么？这向苏怀舔了舔嘴唇，说道：是麻的，过来，我再亲一下。姬霞甩着马鞭：哎，瑶儿，你都跟着狗贼学坏了。过了一会儿，苏怀就来一句：我眼不能视，耳不能闻，还不能抱抱你吗？你不要说话行吗？我没别的东西可看可亲可感，我只有你。呸！以前就不知廉耻，现在没感知了，更是完全不知道把老脸丢哪儿了。我眼前一片黑。你眼前再黑，能有你心黑吗？我怕黑，我现在很没有安全感。哎呦，瑶儿，你要不还是把他给整哑了吧？你不要闹，我就给你抱。苏怀抱着他，后来果然消停了不少。瑶儿，你把他弄哑了？只要他不说话就行了。瑶儿，你别管他，干脆出来和我做。他虽然蒙着眼，但若是没人看着，你当他不会摘吗？哎呀，把他弄瞎多好。狗男人抱着他就不撒手了，寻着去亲他的唇瓣。有时候陆瑶仰头躲开不给他亲，他便咬咬他的下巴，蹭蹭他脖子，再吸他耳珠玩。一路上有怀里的人吸引他的注意力，他也就不在乎自己有没有赶时了。姬大侠，我家姑娘跟你一起回来了吗？哈，你这不废话吗？当然是我在哪儿，她就在哪儿。那我赶紧告诉大夫去。我们到了。二师傅。丫头，就你二人回来了吗？你大师傅呢？大师傅往别处去了。说是去那个什么镜花明月湖去了。那灵犀角找到了吗？逐渐有最新的下落了，只是暂时还没有动身去取。这个凌霄，方着正事他不干，跑去看什么湖？师傅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得到灵犀角的下落。还没得到下落，他居然就中途抛下你们走了？南怀起了战事，天下不太平，也没有办法找下去。那你们怎么也耽搁这么久呢？一去就是几……他是谁？嘿嘿，他当然是雅儿带回来的。二师傅，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薛胜看向姬无暇，丫头的相好，那可得有好长的话说。见过二师傅。姬无暇一听唏嘘道：可真不拿自己当外人。我是丫头的相好。此话一出，陆瑶一脸面瘫，薛胜也沉默了。姬丫头，刚刚他说他是谁？雅儿带回来的男人呗。丫头几时带过男人回来？可不就今时。二师傅，此事说来话长，我们先回去慢慢说吧。长得倒是可以，体格也不差，就是身体状况不太好，不是有大病就是有重伤。阿瑶，你是带的男人还是带的病人？带的男病人。相好的男病人。这狗男人疯狂给自己安名分，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二师傅，先回去再说吧。姬无暇一声吆喝，谷中小童都闻声而来。姬无暇就将马车里的礼物拿出来，一一交给他们抱着回去。姬大侠，这是你买的礼物吗？我买的。小童天真的看着他。你是谁？我是你家姑娘的相好。什么是相好？我是她男人。你是他什么男人啊？叫姑爷，这些都是买给你们的。姬无暇有些抓狂的表示，陆瑶这是带了个什么不要脸的东西回来啊？要不是有二师傅和童子们在，他早就开骂了。小童哪儿懂得人情世故啊，脆生生的唤道：姑爷！你们在外面成婚了？还没有。这般理直气壮的人倒是少见。你大师傅见过他了吗？见过了。大师傅同意他吗？
师傅他让我自行处理。苏怀来了一句：凌霄前辈与我说，若最后我能与他成就姻缘，前辈也是乐见其成的。你少说两句会死吗？会死。进了谷中小屋，小童放下东西就赶紧去煮茶。你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事你爹娘知道吗？家中只有我一人，双亲已故，但殷氏知道我跟他的事，我们的婚约也是双亲早年间定下的。莫非他就是你那个从小定下的未婚夫？陆瑶点点头。早年间他行走江湖时也见过不少的青年才俊，眼前这个单看外形样貌着实是万里挑一，还是他徒儿的未婚夫，名正言顺的，也难怪他徒儿会把人带进谷里来。他徒儿啊也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要是有相好的，做师傅的还能拦着不成？我与凌霄前辈也有些渊源，我师从叶藏，我师父与凌霄前辈是故识。学生恍然大悟。哦，难怪凌霄那老小子不管不问丢下你们就跑了，莫不是怕打扰到你们二位发展感情？我不怕前辈打扰，只是凌霄前辈素来自在惯了，在南怀没多久，听闻那处地方风景甚好，便忍不住先去一睹为快了。陆瑶看向他，他那张嘴可真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平时就跟嘴巴有毒似的，跟他两位师傅说话却是一副温驯谦和之态。那他见着你师父了吗？此事又说来话长了。家师亦是云游在外，与凌霄前辈此生已是有缘无分。学生哦了一声，倍感遗憾。二师傅，此次我带他回来，想让二师傅看看他身上的毒，二师傅应该会感兴趣的。把手伸来。得凌霄首肯，又是他徒儿亲自带回来的人，还是他未来的徒婿，学生没道理置之不管呢。苗疆的这毒，你这情况能支撑这么些时候，已是不易。精气血耗的也差不多了，你已经给他处理过了。当时毒发迫不得已，给他放了毒血。再养下去，身体好的同时，他也会跟着旺盛。徒儿请师傅相助。你们今日才回来，先歇一晚，我想想解毒之法。我养啊，你留狗贼单独和你二师傅在一处，靠谱吗？要不你去听听。姬无暇就指使两个小童，你们去，偷偷趴门外听听，看看薛大夫他们都在说什么呀。小童有板有眼。三公子说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陆瑶的三位师傅就属三师傅最年轻，故而小童们称呼陆瑶的三师傅做三公子。三公子说的那肯定是对的，他讲的都是真道理，你们得听。唉，三公子都出谷几个月了？走了得有6、7、8个月了吧。姬无暇叹口老气，小童又兴冲冲道：不过我听薛大夫说了，三公子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当真？当真，这次三公子去的可远，他去了蓬莱呢。黑虎，再给我打个几十只鼠仔，这点都不够塞牙缝的。陆瑶回头就看见姬无暇这货高兴的在药田里差点蹦起来。瑶儿，你刚刚听见了吗？你三师傅要回来了。我听见了。你牙缝得多大呀？需要几十只鼠仔才塞得下？陆瑶见他兴高采烈的模样，以往每次只要是跟三师傅有关的，他就比自己还要高兴。我徒儿从小过的是苦，但他一直十分坚强。别家女娃娃遇到风就是雨，娇娇气气，可他不会。从小那性子就是这样，不哭不闹，也不活泼撒娇，也不能拿他跟别家那些有爹娘呵护长大的女娃娃比。别家的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他这样的。薛胜循着他的眼神也回头看见了陆瑶。二师傅，用晚饭了。苏怀给薛胜买了镇上的杏花酒，薛胜十分高兴。镇上唯有一家杏花酒是他最爱，便道：丫头的大师傅不在，贤侄，你跟我喝2杯。二师傅他不宜饮酒。哎，喝2杯怎么了？有我在，有喝他不死。然后苏怀就开始斟酒了。唉，这都叫上贤侄了。哎呀，老一辈的有缘无分，小一辈的能圆满了也行。
那老小子见着你啊，总算能够彻底放下了吧？可见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强求不来。姬大侠，给我们讲讲江湖吧。他们向往江湖，姬无暇每回来就与他们讲，讲过以后就使得他们更加向往了。他们立志以后长大了就要像姬大侠和陆姑娘一样出去闯荡江湖。小童们也拆了买来的礼物，个个兴高采烈地跑去门口道谢。姑爷那是叫得一声比一声脆甜。乖徒儿，今晚你就领着你未婚夫去你大师傅那边歇息吧，反正你大师傅也不在，有的是屋子歇。姬无暇不在这里常住，因而他每回都是跟陆瑶一起睡。于是乎，陆瑶刚一打开小院的院门，姬无暇就一个箭步冲进去，直奔房间了。陆瑶太知道他心里想什么了，不慌不忙地带着苏怀去了另一个房间。盥洗是在外面，洗漱后你就在这屋里歇吧。你呢？这是我师傅的房间，我当然是回我自己的房间了。免我睡你师傅的房间，你睡你自己的房间。他也明白过来姬无暇为什么那么急冲冲了。下一刻他转身就往外走，陆瑶连忙拉住他。啊，你哪儿去啊？我去睡你的房间。你现在来者是客，我师傅在这儿，你最好还是顾忌一点。你师傅说了，以后都是自家人，自家人不必这么客气。是我家，你到了我的地方就得听我的，你不许闹。那你也在这睡。我瑶儿，你什么时候过来睡啊？哦，你的床可真香，我好久都没有跟你一起睡了。今晚、明晚、后晚，我们都要一起睡。狗男人不干了，这回陆瑶拉他都拉不住，他转头就也进了陆瑶的房间。刚刚你说你要跟谁睡？还能有谁？我瑶儿呗，我从小就跟他一起睡，肩并肩，脚挨脚，要不是你横插一刀，我们能一起睡到天荒地老。这床我走的时候就这样，几个月没换，想什么想？哎呀，这床上又脏又灰的，都没有来得及换，有什么好抢的？哪里脏了？就算几个月没换，那也是干净净香喷喷的。我大师傅房里的床褥都是干净的，这也是为你好，先安心静养几日，我二师傅才好为你医治啊。你不想想你自己，难道也不想想朝中的摊子还等你回去收拾的事儿吗？难不成你要一直耗在这儿归隐山园？你出来，我带你去洗漱。苏怀后脚随他一进去，将门一关，一句话也不说，反身就将他压在门上，低头吻他。他啃痒陆瑶唇瓣，又顺着鬓边轻吮他的耳珠，吻过他的脖颈，磨蹭着他的下巴。陆瑶晓得，要是不给这狗男人点甜头，他是不会听话的。示意陆瑶伸手就勾住他的头，他握着他腰身往上一提，他下意识的便将悬着的双腿缠在他腰上。想要彻底解除，还需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先断了他的养分。如果他没有发毒的情况下，你一开始的路子没有错，加以一段时间的调制，把毒控制住，没有养分供给之后，他自行便会萎缩。可如今他身体熬不住，如果想用点非常办法，这3-5日应可见成效。如果不能，那他这身体只能在保命的前提下慢慢调，毕竟这毒在他体内已经盘桓的根深蒂固了。前辈，放手一试便是。你可要想清楚，这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你可能就废了。如果选择慢慢调的话，至少命还是能保下来。无妨。这苗疆的毒，我虽有了解，可像你这等毒矿，的确是第一次接手。要换作是旁人，通常还没找来我要蛊，命就已经没了。我这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你可想好了吗？要是没有想好，我来此地又是为何？倘若保命的情况下慢慢调，我等得了，别人等不了；他等得了，我又等不了。陆瑶对他这样的决定毫不诧异，他就是这样，要做就做绝，要下手就下狠手，要折腾就往死里折腾，半死不活的折腾不是他的作风。既然如此，今日就着手准备。不光陆瑶帮着他二师傅准备所有用材，
小童们也主要烧水的烧水，制药的制药。小童都了解薛大夫的，大夫都好久没这么兴奋过了。那是因为得了个新鲜的病人，又是一种新鲜的病。大夫手痒了，大夫是拿姑爷当实验了。姑爷真可怜，姑爷真可怜。他可怜，有薛大夫给他治就不错了。你们还小，是不知道，外头有多少人想要薛大夫出手的，就是给薛大夫当实验人，也尚有几分生还痊愈之机。上回大夫手痒，就打了几只田鼠，整齐的排在台上，开膛破肚，摘了这只的内脏安在那只的肚子里，那只的内脏又安在另一只的肚子里，把他们的内脏都移了个遍。结果呢，刚开始都活了，但后来陆续又死掉了，只有一只活到了现在，被薛大夫养在了后院里。咦，大夫真可怕，以后你们记着了啊，出门在外惹谁都别惹大夫。苏怀感觉后背一片发麻，紧接着几针下去，他便失去了意识。屋子里有师徒2个操作，不管是小童还是姬无暇，都不得往屋里走动。师傅，如若种上东西不幸的话，后果会如何？我没吓唬你，有可能会遭到反噬，那他真的会废。虽然兵行险招，可这也是最快的解毒办法。得亏是以前接过一个中了苗疆蛊的病人，才有了这东西，这也是他的时运和机遇，我手里正好有。这百足虫同样是苗疆的东西，作用在他一个人身上，可以试试看效果，否则往他身上这烟华要结起来也费劲儿。但他不能废。看来这小子还当真虏获了你的心呢。我喜欢他。薛胜手上动作毫无停滞。能叫徒儿说这样的话，那必然是真喜欢的紧了。放心，要是这一毒一蛊打起来，师傅先救他的命。多谢师傅。先观察3日，看看百族的活动情况。这百族只能顺着紫金蔓延的方向活动，如果他往其他地方钻，那则要坏事。百族会挥散毒性，所至之处血肉坏死枯竭如朽木。只要用它的毒性将这些紫金给坏死，就能阻断烟华持续吸收养分。可如果百族打不过烟华，就会被烟华给吞噬，到时候毒势只会有增无减。3日观察期，苏怀都没有醒，陆瑶就随时守在屋子里观察情况。后来小童也进来帮忙守着，如此陆瑶可以有时间打个盹儿。姑爷的背上好精彩啊，像是一幅蜈蚣画一般。还真是，有百足爬过的地方，毒素蔓延，紫金都成了紫黑色。尽管这样除毒最快，但是也需要一个过程。紫金全部坏死到彻底枯竭，得花一段时间。薛胜时间掐算的刚刚好，到3日过后，苏怀满背的紫金都被百足的毒给浸染成了黑紫色。百足开始不安分，继续往其他地方拓宽自己的领地。薛胜见时机已经成熟，在他们四处乱窜之前，便将其一条条从苏怀背上捏了出来。薛胜手法快，将游走的百足一一捉了回来。只是那不是1条2条，便是动作再快，但也只有1双手。这时有一条百足趁机往苏怀肩头窜走，一旦过他肩头，那便是离心口不远了。你这般劲还会断体？一旦断体，那胀鼓鼓的身体里则全是毒液。夹头。只是已经来不及了，那长长的虫身一断，就在他断裂的前一瞬，陆瑶飞快的动作直接将整条百足粘住，毫不拖泥带水的往上一提，同时手心朝下拖住虫身。那毒液从他身体里洒出来之际，全部洒在了他的手心里。他心细如尘，一滴都没落在苏怀的身上。那百足的足处又尖又利，顿时扎进陆瑶的手心皮肤，他手心便是一团乌黑，正迅速往血肉里渗。一只手不想要了。即便陆瑶的体质已经是百毒不侵，可这并非是一般的毒。准确来说，它的毒性在于它的杀伤性很强，所碰触之处，血肉如花草树木枯萎一般坏死。他血肉之躯又岂能避免？薛胜一把抓住他的手，在手心划了一道口子，就带着他把手往药汤里泡，
一刻功夫以后，手心里的乌黑消了一半。陆瑶自己知道怎么处理，又伸手往灯火上靠去。姬无暇在外面听见薛胜气急败坏的声音，一听就是在呵斥陆瑶的，连忙跑进门口来看，就见到火苗直直地灼在他手心上。湿润的药汤被灼成一道水雾消散，火苗将他手心的皮肤烙化，只有这样焚去百足之毒，他这手才不至于枯死，还能长出新的皮肉来。姬无暇只能干着急，却无法上前阻止。他慌忙环顾屋中，立即去找创伤药和绷带。等陆瑶收回手时，手心都已经灼得不忍直视了。别慌，过几天就好了。为了个臭男人，你疯了吗？陆瑶回头看了看内乡沉睡的苏怀，他心里感到庆幸，还好虫毒没落在他身上，否则就酿成大错了。他这点程度能受得住，可对苏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师父，他这情况暂时是稳住了吧？你都不惜自损而阻他毒势蔓延，他要是不稳定还能咋的？接下来他背上的2种毒需要沉寂一段时间，等时机成熟，他背上那紫金约莫也坏死硬化了，到时候再剥离出来便基本无碍了。薛胜心里有气，想骂这个徒儿的，可话到嘴边终究还是咽了回去。可从来没见过他为了哪个这般不管不顾的。到底他跟他的大师傅一个德行，看起来挺清醒机灵的，实际上也是个糊涂种。那徒儿先回去歇息一下。去吧，这里有的是人看着。他在这儿给苏怀守了3天，都没能睡个安稳觉。姬无暇给他提了热水，让他洗洗，再换身衣裳，好好睡一觉。陆瑶饭都顾不上吃，一觉是到第2天天色敞亮。他睡思渐渐淡去，动了动眉头，终于睡醒了，睁开眼时，哪想一睁眼就猝不及防地撞见床边杵着个东西，正直勾勾地把他盯着。你想吓死我吗？床边守着的除了苏怀还能有谁？吓死你，我有什么好处？你醒了第一眼看见我，不应该感到欣喜吗？两人都是一副苍白模样，苏怀气色还更差一些，仿佛又回到他上次重伤毒发刚醒来的时候。可莫名的，两人凑在一起总能碰撞出几分精气神来。你这副鬼样子还能怎么让人欣喜啊？你不是应该滚回去好好卧床静养吗？杵在这儿做甚？当男菩萨呀？听说你守了我3天，我很感动。可我现在不敢动。那就别动，我现在又困了。我们在一起睡一觉。我现在要起了。苏怀眼神一下就落在他里侧那只裹着绷带的手上，瞳色有些暗了下来。怎么弄的？哦，不小心摸到了烧水的壶，给烫了一下。为什么不小心摸到？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看看，究竟是怎么不小心，烫了一下，需要裹成这样。诚然，若只是浅浅烫一下，他完全用不着这么包扎，或者就算是不小心烫了，人本能反应立马就会弹开，哪至于如此？你想怎么看？打开看。都包好了，还怎么打开看？打开看了再包好。狗东西，你盼我点好行不行啊？为什么不小心？我守了你3天，困意大极了，脑子也不清醒，原想是去提壶的，结果稀里糊涂的摸到正烧水的壶，满意了吧？下一刻，陆瑶蓦地一愣，只见他拿着他那只绷带手，虚虚的贴上自己的脸，轻轻的摩挲着。一时间，彼此都没有再言语。姑爷，你为什么拿着我家姑娘的手贴自己的脸啊？陆瑶回了回神，立即把手抽走了。还不是因为喜欢？喜欢就要这样吗？喜欢还可以亲他的手，亲他的脸，亲他的嘴，亲他的所有地方。陆瑶脸都黑了，很想给他那张一本正经又混账的脸上甩一瓜子。苏怀，你别乱教坏小孩子。长大了，我不教你也能懂。苏怀接过粥，用调羹舀了喂陆瑶。我自己来吧。你自己怎么来？我虽然伤了只手，但还没有废。骨肉非要喂你呢。陆瑶知道，
这狗东西逮住了就没有要放手的。这个要是不让他喂这粥，他可能都不会让他下床。没吃几口，陆瑶就瞟见门口叠了好几个小脑袋，全都惊奇地往屋里瞅。我也在喂姑娘吃粥，姑娘以前从不让人喂，是姑娘的手受伤了，可姑娘伤的是左手，吃饭用的是右手，不相称，是姑爷硬要喂，这是为什么呢？还不是因为我喜欢他。姑爷喜欢就要喂他吗？那恨不得抱在怀里喂，就像喂婴儿一样吗？不尽一样，只有把他喂饱了，他才能让我饱。陆瑶冷不防一口粥呛在了喉咙里，你再胡说八道你就出去。姑娘对姑爷好凶啊，为什么姑娘吃饱了姑爷就能饱呢？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从来没听说过。齐晓彤摇摇头，表示都没听说过。有句话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饱我就饱，他好我就好。小童恍然大悟，说道：哦，姑爷的意思是不是把好的都留给姑娘，因为姑爷喜欢我们姑娘？姑爷就真的不会饿吗？大家都会饿的呀。还有一句话叫有情饮水饱，我饿的时候就喝2口水。小童们不禁流露出同情之色。姑爷都让姑娘吃了，姑爷是真的很喜欢姑娘。姑爷真可怜。他一个大人，还需得要你们来同情可怜他吗？你们真以为他会饿着自己吗？饿着全天下的人都不会饿着他，好吧？他每日上午下午都要在薛胜这儿接受后续调治。他身体虚弱，背上的伤痛无疑是消耗着他的精气血。听说姑爷得补身体，上午小童们就带了渔网往潭里网鱼去。要不要整2杯我新酿的蛇酒？师傅，你那东西又毒又补的，他能受得住吗？受不受得住我还不知道吗？放心，我控制着量给他，活络气血，养精固元，对他总归是有益无害的。听二师傅的。听我的当然没错，准贤婿，以后你要是想生龙活虎，虎虎生威，你还得听我的。晚饭后，姬无暇都是第一时间跑回小院里抢占房间。现在狗贼醒了，不是在药屋了，极有可能还是会跟他抢睡的地儿，所以他一点都不能放松大意。瑶儿，我困了，先回去睡吧。哎，你之前睡了很久，眼下应该还不困吧？我们附近走走。苏怀这才跟陆瑶一起散步，木屋里的灯火溢出来，将周遭映照的影影绰绰。陆瑶顾及着他的身体，两人走得不远，就又转头往回走。姑娘，姑爷，你们在散步啊？陆瑶下意识地把手往苏怀手里抽出，只是这狗男人捉得更紧。他不仅捉得紧，他还当着小童的面将自己的手指穿进他的手指间，十指紧扣。大抵是在药谷里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牵手的。小童眨巴着眼，看得仔细又认真。姑爷，喜欢还可以手拉着手吗？不仅可以手拉手，还可以脚勾脚。怎么能在手拉手的同时在脚勾脚呢？睡觉的时候。姑爷，是不是挨着睡觉的时候拉左手就只能勾右脚啦？不一定，你可以拉右手，也可以勾左脚。这能同时完成吗？你还可以拉双手，勾双脚。陆瑶黑着脸，拽着苏怀就转身往小院那边走。姑爷，你是怎么办到的？苏怀，我教了吗？是他要问的。话音一落，身后小童还十分应景的，而且执着的问：姑爷，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他一问，你就非要说的那么清楚吗？朝堂百官怎么不知堂堂相爷竟然这么喜欢给人答疑解惑呀？你怎么知道他们不知啊？我通常都会让他们死个明白。那你要不要回去跟他们睡一屋啊？再好好的言传身教一下。言传身教？我不压着除你以外的别人睡，也不让除你以外的人压着我睡。狗男人什么时候跟人比下限比输过呀？陆瑶也就不说了。我背上伤口裂了。陆瑶脚步一顿，回头看他，我看看。结果还没走到他背后，就被他一把拽住，直接拉在怀里抱住。陆瑶呼吸一滞，箍在他腰间的手臂紧实又有力。你先放开。我凭本事抱的，你说放就放。你不想管你背上的伤了吗？狗东西就当是没听见。陆瑶没办法，只好伸手往他衣里探去，绕过他的腰，往他后背抚去。
手指刚碰到他皮肤，他便听见他呼吸沉紧了一下。很痛吗？你摸得我很爽。陆瑶萦绕心头的复杂情感顿时烟消云散。禽兽就是禽兽，他担心他痛不痛时，他只在乎自己爽不爽。你二师父跟我说起你的过往，我都知道。他什么都跟你说啊？你竟然还看了许多男人的身体，对他们了如指掌。陆瑶头皮都麻了，关键是一听他那要翻天的语气，陆瑶就感觉他指不定突然就发疯了。那都是病人，我二师父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他内心也不禁唏嘘，二师父是不是在这药谷里封闭的太久了，以至于遇到个可以说话的，都还没弄清楚对方是人是鬼，就把他的事儿哗啦啦的往外全倒了。你都没好好看过我，被人看光这种事儿，你也要抢着干吗？下次我给你看，你要一寸一寸的好好看我。算了，跟个变态争论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你二师父说叫你好好爱我。我二师父不会那么说。他叫我好好爱你，他不说我也会好好爱你。陆瑶怔了怔，突然又觉得什么他二师父说的全都是他编的，只是为了跟他说这最后一句。你喜欢什么我就去拿来给你，你不喜欢谁我就去帮你杀掉他。你想过前呼后拥的生活，我便让你受世人敬仰；你要想自由自在，我便给你世上最桀骜不驯的马。你苏某人不就是那世上最桀骜不驯的马吗？他蓦然想起，好像与他曾经说过这个话题，而且还是在床上，不怎么正经。我力气好，给你骑，让你骑得下不来地。于是那气氛一下子就变了。狗男人脑子里估计又进了些不干不净的东西，开始在他颈窝里亲亲蹭蹭，舔咬他的脖子、耳珠和锁骨，箍着他腰肢的手也不安分的想往他衣底里钻。你别乱来，这是我师父的房间。去你房间就可以来了是吗？你不是说他过2年就走吗？他到底什么时候走啊？我这就回去帮你问问可行？你若是安分守己一点，用我师父的药，几天背上的伤口就能结痂了。你要是还不管不顾，胡乱撒野，怕是得更多时间才能好。我背上痛，你再给我摸摸，摸摸我就放你走。陆瑶知道他定是痛的，难免有些心软。以后在床上你也要这么摸我。切，不正经的东西。走出房门，顺手给他带上房门时，他略略抬眼一看，见他还半倚半靠在椅子上，似乎在回味方才温香软玉在怀的感觉，真是又懒散又浪荡。他一抬眸与他对上，眼里满满都是对他的念头，从来都是赤裸裸明目张胆的，还莫名勾人。男人就是麻烦，缠人磨人又烦人，还浪费时间。还是你三师父好，清贵自持又克己。难道我三师父不是男人吗？你三师父那才不是男人，他是男神仙好吧。一日用早饭时，姬无暇和苏怀两人一坐在饭桌上就很不对付。你不是要问问他什么时候走吗？他怎么还没走？姬无暇一听，大早上的就毛了。这里是我家，我为什么要走？要走也是你走。无回门才是你的家。我知道，你无非就是盼着我早点走，好去霸占我咬儿呗。老子偏不如你的意，我就要继续住在这里，直到你走。陆瑶一脸麻木，幸亏是在他这小院里用早饭，二师父没过来，不然这话是他能听的吗？你俩赶紧把嘴堵上吧。姬大侠，你这次回来怎么待这么久啊？小崽子，你要赶我走了是吗？没有，就是往日你来不了几日就走的。我知道，姬大侠肯定是在等三公子回来。那当然，我还要保护好我咬儿，不叫他被人霸占。姬大侠放心，姑爷会保护姑娘的，姑爷才是那头狼好吗？小童们听得似懂非懂，转眼间就见那一人一鹰的潇洒背影已经远去。小童们做完了自己的事儿，就在屋檐下做排排，唉声叹气，颇有点少年愁绪。姬大侠上山去了，这么久都不回来，他不在都没得故事听。唉，好想做姬大侠。姑爷会讲江湖故事吗？不会，可以讲点别的。别的也行。随苏怀就稍作停留，不疾不徐地讲说起来。讲的当然不是热血昂扬、打打杀杀的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而是讲官场上的明争暗斗，虽不见血却能要命的事儿，而且动不动就是死全家的那种。苏怀讲完一个朝党斗争的故事，
借刀杀人、栽赃嫁祸，那玩的都是阴谋诡计。过程中，小童们都听得聚精会神，一言不发。最后斗输了的官员无非就是全家下大狱，没多久，在他的抵挡操作下，那官员三族被灭，通通斩首于菜市场。肯定是那个当官的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结下了血海深仇，才会被他的敌人杀全家。官场上没有对错，只有输赢。那他的敌人下手也太狠了呀！我就是他的敌人。小童们风中凌乱。姑爷，你唬我们的吧？我这还有许多故事，听还是不听啊？他气色仍旧不是很好，但好歹在药谷里能够行走自如，身体力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有所好转。待他身体恢复到一定程度，才会体现在整个人的精气神上。陆遥的手过2天得换一次药，基本他都是背着苏怀换的。第一次换药时，换下来的绷带连带着他手心里的一层残破的皮肉给拉扯下来，里头血肉猩红，不忍直视。瑶儿，你是个狠人。彼时，苏怀正在薛胜屋子里说话，陆遥有他师傅做掩护，倒不担心他会发现。可后来小童们跟他熟，很熟了，一天姑爷长姑爷短的，那就是苏怀的小耳目啊。陆小照一有风吹草动，小报告第一时间就能打到苏怀那儿。比如这厢，怎么了？姑娘在换药，季大侠说她的手都烂成什么样子了，但是那个样子我没看清。前辈，是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我刚买到的试吃零食麻辣王子辣条，解馋香辣，太适合看剧了。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试吃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了直接在这里尝鲜，这一包才9块9，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好多领券后才不到9块9。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选。支配一下。薛胜虽不多舌，但既然药童偷偷来通风报信了，他也没有阻拦隐瞒的道理。去吧。这厢姬无暇每次和陆遥解开绷带时都胆战心惊的，因为第一次粘着皮肉了，导致第2次、第3次他更加畏手畏脚，所以这次还是陆遥拿着镊子，一边压着点儿，姬无暇一边小心翼翼地揭开。你平常杀人的时候也这么手抖吗？这能跟杀人一样吗？你也不看看你的手都烂成什么样子了。苏怀过来时走路没有声音，可坏就坏在小童看见他太热情，在外面脆生生的叫他一声姑爷。我操，狗贼来了，咋整啊？陆遥不慌不忙，伸手拿起药盘里新的绷带就往手上裹。你都还没上药呢。陆遥不管，动作依然是有条不紊，往手心里缠了一圈又一圈。等苏怀一脚踏进屋里来时，抬眸就看见陆遥手里的绷带已经缠到收尾了。你我2师傅聊完了？这就包好了吗？包好了。不是还没上药吗？就包好了？真是，他是不露马脚了，可他队友的蹄子露出来了。狗男人二话不说，拿住他的手就开始解绷带。陆遥不给他解，陆遥来气道：我才包好，你发什么疯啊？换药不就是要包了拆，拆了包吗？你还愣着做甚，还不帮忙啊？那我是帮忙拆还是帮忙包啊？最后无疑是扭不过他的，他随手拿过案台上的剪子，就将绷带从他手背处剪断。瑶儿算了，我看狗贼现在这样有点不好惹。管他好不好惹，反正这一刻他私心里并不那么想阻止，让他看就看呗，好叫他知道有人为了他都弄成什么样子了。你最好动作轻点，疼死人的。不需要他提醒，苏怀手里的动作就已经轻得不行了。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他揭开最后一层绷带，看清他手心里的伤况之后，便没有再言语。这就是你所谓的不小心烫了一下？他这哪是烫了一下，分明是烧了一下。你知道瑶儿这手为什么烧伤吗？要不是他自个儿往火上凑，火都挨不着他，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为了我什么？横竖都已经被他看见了，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就让我说，我不说，他自己也会去弄清楚的，不是吗？于是姬无暇一股脑全道来。你背上的情况是二师傅重蛊给你以毒攻毒，你自己知道的吧？就在给你取蛊的时候，
有条蛊虫他突然有点自己的想法，瑶儿给你取出来的时候，他就断体了。为了不让毒液沾到你身上，瑶儿就用手托着，结果毒液全都洒在了他的手上。姬无暇，你话太多了。姬无暇才不管呢，继续道。他的手心又被那蛊虫的触角给扎穿了，当时要是不焚化蛊毒，他的手就得废了，所以他就自个儿烧了自个儿。你说要是烫一下还好，也就痛那么一下，可他是生生用火烧了那么久，人说那皮肉被焚烧的滋味，你可以想象有多痛。他处理完自己，他还要来继续给你缝合伤口，等你醒了，他还瞒着不告诉你。这下陆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两人都沉默着。瑶儿，我以往都听你的，我话也不是回回都多，这次我觉得该跟他说，要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自便吧。